可怕的大蒜第7集，圖坦卡門的詛咒，令人難以忘懷的愛情故事和考古噩夢。序幕，在金色黃昏的懷抱中，帝王谷坐落在一片寧靜之中，是古代奇蹟和謎團的永恆寶庫。Egypt 起伏的沙灘孕育着過去時代的遺跡，向那些敢於聆聽的人們低聲訴說着宏偉而神秘的故事。在點綴在這片土地上的沉默哨兵中，沒有什麼比圖坦卡門墓更具吸引力和吸引力了。它是一座紀念 Egypt 過去榮耀和輝煌的紀念碑。在這個特別的夜晚，山谷裏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彷彿預知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喬納森·里弗斯博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考古學家，以其在揭開古代世界秘密方面的專業知識而聞名。他站在圖坦卡門墓的門口，在他身邊，他的勇敢的探險隊準備踏上穿越時空的旅程。他們手持火把、工具，並堅定地決心解開隱藏在其中的謎團。當太陽落入地平線以下，在天空中投射出金色的光芒時，里弗斯帶領他的團隊進入了墳墓的中心。他們的腳步聲在古老的石牆上輕柔地回響。空氣中彌漫着濃濃的灰塵和古老的氣息，帶着一種明顯的期待和崇敬之感。火把閃爍的光芒照亮了通道，露出了刻在牆上的複雜的象形文字，這是古埃及人技術和工藝的證明。每個符號似乎都在講述一個故事，一段被時間淹沒的敘事片段，等待着那些敢於冒險進入墳墓深處的人將其拼湊起來。當他們進一步深入黑暗時，氣溫似乎下降了。里弗斯感到背脊發涼。然而，他繼續前進，他的好奇心和決心驅使他不斷前進，因為他知道，在圖坦卡門陵墓的範圍內，隱藏着解開隱藏了數千年的秘密的鑰匙。最後，他們到達了內室，圖坦卡門的石棺靜靜地躺在那裡，沐浴在火把的柔和光芒中。它的金色表面在黑暗中閃閃發光，證明了古代法老的財富和權力。有那麼一刻，里弗斯對眼前的景象感到敬畏，驚嘆於其創作工藝的美麗和複雜。然而，儘管他欣賞着石棺的輝煌，但他無法擺脫啃噬他意識邊緣的不安感，因為他知道，這座鍍金墳墓裡埋藏的不僅是一位死去已久的國王的遺骸。圖坦卡門的安息之地埋藏着超乎想象的寶藏、文物和遺物，這些都是解開 Egypt 過去謎團的鑰匙。但還有其他東西，一些更黑暗、更不祥的東西潛伏在陰影中，一個被施加在墳墓上的詛咒，以保護他的秘密不被窺探。里弗斯能夠感覺到它的存在，一股邪惡的力量似乎盤繞在他周圍，威脅着要把他困在手中。然而，儘管周圍充滿了不祥的氣氛，里弗斯還是感到一股興奮的情緒在他的血管中流淌，因為他知道他正站在一個可能改變歷史進程的發現的邊緣。這是一個解開過去之謎、揭示隱藏了數千年的秘密的機會。因此，當最後一縷陽光從天空中消失，山谷陷入黑暗時，里弗斯默默發誓，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解開圖坦卡門陵墓的秘密，因為也許還有世界本身的命運 Egypt 懸而未決，只有他掌握着揭開真相的鑰匙。第一章：古老的愛與詛咒。第一部分：圖坦卡門的愛情故事。在埃及朦朧的陽光下，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 Thebes 充滿了生機，街上擠滿了商人、工匠和牧師，忙着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的喧囂中，在皇宮的圍牆內，一個愛情故事展開了。這個故事將在未來的永恆大廳中低語數千年。圖坦卡門是一位年幼時就掌權的年輕法老，他站在自己寢宮的陽台上，凝視着下方廣闊的大都市。儘管他額頭上戴着皇冠，但他的思想卻遠離國家和治理問題。相反，他們徘徊在那個用他纖細的雙手握住他的心的人身上——安克瑟納蒙，他心愛的公主和皇后。從他們的目光穿過宮殿擁擠的大廳的那一刻起，
圖坦卡門就知道安克瑟那蒙注定會成為他的皇后。她有着空靈般的美麗，烏黑的頭髮波浪般地披散在她纖細的肩膀上，她的眼睛閃爍着智慧和機智的光芒。他們的求愛是一場由偷看和竊竊私語組成的旋風，是在朝臣們的窺視之下進行的秘密會面。當圖坦卡門最終在星空下向他表達了他對他的愛時，安克瑟納蒙以一種點燃他的心的熱情回報了他。他們一起建立了超越時間和空間界限的紐帶，一種像星星一樣永恆的愛。在宮殿的富麗堂皇中度過的安靜時刻，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陶醉在彼此的陪伴中，他們的笑聲與回盪在大廳裏的音樂旋律融為一體。但他們的愛情並非沒有考驗和磨難，因為圖坦卡門的統治時期處處充滿挑戰和危險。他父親遺產的陰影籠罩着他，給他的統治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而潛伏在黑暗中，看不見、聽不見的，是那些試圖破壞他的權威並為自己奪取皇位的人。然而，儘管經歷了這一切，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仍然團結一致。他們的愛是黑暗世界中希望的燈塔。他們一起面對敵人，經受住將他們分開的風暴。他們的紐帶與日俱增，但就在他們的愛情綻放之時，他們的幸福籠罩着一層陰影。這是一種超越他們理解的力量加在他們身上的詛咒。因為圖坦卡門憑藉着他的智慧和遠見，已採取措施保護他心愛的公主及其未來的後代免受傷害。因此，在他們結合的前夕，當他們站在星空下交換永恆忠誠的誓言時，圖坦卡門祈求眾神的力量保護他們免受傷害。他對他們的墳墓下了詛咒，這是一個強大的咒語，可以確保他們的靈魂永遠結合在一起，超越凡人的雙手所能觸及的範圍。他們幾乎不知道自己所引發的詛咒的真實程度，也不知道隨之而來的恐怖。為了保護他們的愛情，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無意中引發了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將響徹歷史編年史，塑造埃及及其境內所有居民的命運。但現在，當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並肩站在浩瀚的夜空下，他們的心交織在無限的愛中時，他們對前方的黑暗渾然不覺。重要的是，此時此地他們的愛、他們的奉獻，以及對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未來的承諾。第一章：古老的愛與詛咒。第二部：詛咒的起源。當太陽落到地平線以下時，天空被橙色和深紅色的光芒照亮。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一起站在宮殿的神聖房間裏，他們的心因即將到來的命運而沉重。在他們周圍，閃爍的火炬在牆壁上投射出舞動的影子，為整個過程增添了一種莊嚴的氣氛。帶着出於愛和責任的決心，圖坦卡門轉向他心愛的公主，他的眼睛閃爍着內心的火焰。安克瑟納蒙，他的聲音充滿了國王的權威。我們站在偉大的懸崖上，但我們的道路充滿了危險。眾神賜予我們超越時空的愛，但即使他們無法保護我們免受敵人的陰謀侵害。安克瑟納蒙以堅定不移的忠誠注視着他所愛的人。當他看到這個有朝一日將作為法老與他並肩統治的男人時，他的心充滿了自豪。大人，他的聲音柔和而堅決，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比任何敢於挑戰我們的敵人都強大。有你在我身邊，我不懼怕黑暗，因為我們的愛將成為指引我們渡過難關的燈塔。於是，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的心緊緊地纏繞在一起，開始編織命運之線，將他們永遠綁在一起。在他們最信任的顧問的指導下，他們踏上了遠古魔法深處的旅程，尋找方法來保護他們的愛情免受那些試圖撕裂他們的力量的侵害。在愛與生育女神伊西斯神殿的昏暗燈光下，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跪在神聖的祭壇前，雙手合十祈禱。在他們周圍，空氣中充滿了神聖的力量，一種有形的存在，
似乎將他們包裹在溫暖的懷抱中。偉大的伊希斯，圖坦卡門吟誦道，他的聲音在神廟的神聖大廳中回盪。我們懇求你賜予我們你的祝福，使我們的愛能夠永遠持續下去，保護我們免受潛伏在陰影中的邪惡的侵害，並且保護我們的靈魂免受傷害，從現在到永遠。安克瑟納蒙將他的聲音加入他的聲音中，他的話就像低聲祈禱，在寂靜的寺廟中回響。伊西斯啊，請保佑我們！他的聲音因情感而顫抖，請賜予我們力量去面對可能遇到的任何考驗。我們將一起克服所有障礙，因為我們的愛是永恆且牢不可破的。伊西斯女神被他們的懇求所感動，用慈愛的目光俯視着這對年輕夫婦，她的心被他們的忠誠所感動。她一揮手，就召喚了古代諸神的力量，在圖坦卡蒙和安克瑟納蒙周圍編織了一道保護屏障，永遠保護他們免受傷害。因此，當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沐浴在夕陽的金色光芒中走出神殿時，他們知道他們的愛情被魔法和命運的紐帶永遠封印了。但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釋放的力量的真實範圍，也沒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後果。為了保護他們的愛情，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無意中引發了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將響徹歷史編年史，塑造埃及及其境內所有居民的命運。當他們一起站在浩瀚的夜空下，心中充滿了希望和決心，卻沒有注意到前方的黑暗正等待着將他們吞沒在冰冷的懷抱中。第二章，現代發掘，第一部分，墳墓的發現。沙漠的陽光無情地照射在帝王谷上，無情的光芒反射在一望無際的金色沙灘上。儘管天氣悶熱，聚集在現場的考古學家團隊的空氣中仍彌漫着興奮和期待的感覺。多年來，他們在無情的陽光下辛勤工作，希望能夠發現歷史上最難以觸摸的寶藏之一——少年國王圖坦卡門的墳墓。領導這次探險的是喬納森里弗斯 Jonathan Rivers 博士，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考古學家，在揭開古代秘密方面享有盛譽，而他的決心也與他不屈不撓的決心相匹配。里弗斯戴着一頂寬邊帽子遮住了銳利的藍眼睛，臉上布滿了無數次探險的痕跡，他帶着自豪和焦慮的心情審視着這個地點。這是他一生的工作，是多年研究、汗水和毅力的結晶。當團隊架設設備並準備一天的工作時，里弗斯不禁感到一絲懷舊之情。他第一次來到帝王谷時還是一名年輕的研究生，滿懷着揭開古埃及之謎的野心和夢想。幾十年後的現在，他正處於他職業生涯中最重大發現的邊緣。現場一片忙碌，工人小心翼翼地清除碎片和沙子，一點點靠近他們希望的圖坦卡門陵墓的入口。河流在他們中間流動，提供鼓勵的話語，並確保採取切割預防措施來保護遺址的完整性。沙漠有辦法保守它的秘密，但對於那些不尊重它的人來說，它也可能是無情的。到了中午，團隊發現了一系列通往地下的台階，每個新發現都讓他們興奮不已。這些台階已經磨損，並被數百年的沙子和碎片覆蓋，但毫無疑問它們的重要性。這不是普通的墓地，這是更偉大的東西。里弗斯博士，你需要看看這個。他的一位助手喊道，她是一位名叫莎拉米切爾的年輕女性，她很快就證明了自己是團隊中最有前途的成員之一。里弗斯急忙走到莎拉站着的地方，向下凝視着露出來的狹窄開口。當他看到面前的東西時，他的心猛地一跳。一個密封的門口，其表面裝飾着複雜的雕刻和象形文字，暗示着墳墓主人的身份。就是這樣，里弗斯低聲說道，一種敬畏和難以置信的感覺籠罩着他。我們找到了。其餘的隊員都圍了過來，臉上都寫滿了興奮與期待。這是他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是多年努力和奉獻的結晶。
里弗斯伸出顫抖的雙手，拂去門口最後殘留的沙子，露出了圖坦卡門本人的漩渦花式。漩渦花式是一個橢圓形，上面刻有象形文字，拼出了國王的名字，非常明顯。現在毫無疑問，他們已經找到了少年國王的墳墓。一時之間，隊伍裏一片肅靜，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緒和情緒中。這是一個將改變歷史進程的發現，一個將被子孫後代銘記的發現。但就在他們陶醉於勝利的同時，一種莊嚴和崇敬的感覺籠罩着他們。他們不僅僅是在發掘一座古墓，而是走進了過去，走進了一位在他那個時代受到尊敬和崇拜的國王的最後安息之地。好吧，大家，里弗斯說道，儘管他內心激動不已，但他的聲音平穩而權威。我們需要極其小心地進行，這是一個極其微妙且意義重大的發現。我們必須尊重墳墓及其居住者的神聖性。團隊以一絲不苟的精度開始記錄現場，並準備突破門口，設置了攝影機來記錄整個過程的每一步。考古學家仔細地對發現的每件文物和碎片進行了編目。里弗斯監督着每一個細節，他的腦子裏飛快地思考着這些發現的含義。隨着時間的流逝，太陽開始在天空中落下，這一刻終於到來了。密封的門口已經被仔細清理乾淨，隊伍已經做好了進入墳墓的準備。里弗斯深吸了一口氣，感受到歷史的重壓塔在他身上。這就是多年工作的頂峰，也是定義他職業生涯的時刻。里弗斯穩穩地拿起鑿子和錘子，輕輕敲擊門口的邊緣。千年未曾觸及的古老封印開始崩解，最後的決定性一擊，門口被衝破。一股渾濁的空氣從墳墓中溢出，帶着古老的氣息和過去的低語。當里弗斯慢慢推開門，露出外面的黑暗時，團隊屏住了呼吸。他打開手電筒，光芒刺穿黑暗，照亮了墳墓的內部。他們所看到的一切讓他們屏住了呼吸。前廳裏堆滿了超乎想象的寶藏，金色雕像、雕刻精美的家具以及大量的文物。這些文物都體現了圖坦卡門統治時期的宏偉和富裕。一切都保存完好，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受到影響。這景象既令人敬畏又令人謙卑，證明了古埃及人的技巧和藝術。但當他們驚嘆於眼前的寶藏時，空氣中卻彌漫着一種不祥的預感。里弗斯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他們正在侵入一些神聖的東西，墳墓不應該被打擾。圖坦卡門墳墓上的詛咒故事在他腦海中回響，他想知道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儘管心存疑慮，里弗斯還是繼續前進，帶領他的球隊深入墳墓。他們極其小心地移動，記錄每一步並確保沒有任何干擾或損壞。當他們探索前廳及其內容時，里弗斯情不自禁地被他們的發現的巨大程度震驚了。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現，它將永遠改變他們對古埃及的理解。當他們走近陵墓的內部密室時，心中的崇敬和敬畏之情愈發強烈。牆壁上裝飾着精美的壁畫，描繪了圖坦卡門的一生和來世之旅的場景，其色彩與繪製之日一樣充滿活力和清新。牆上排列着象形文字，講述着少年國王和他的統治的故事。直到現在，這個故事已經消失在時間的沙子裏。當他們到達最後的墓室，圖坦卡門本人的墓室時，里弗斯的心在空腔裏狂跳。入口被一扇沉重的石門封住，里弗斯知道門的另一邊是少年國王的石棺，這是他們旅程的巔峰。懷着崇敬和惶恐的心情，里弗斯和他的團隊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大門，露出了裡面的墓室。迎接他們的景象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圖坦卡門的石棺位於墓室中央，金色的表面在昏暗的燈光下閃閃發光。他的周圍有更多的寶藏和文物，這些都是數千年來未受干擾的供奉神的祭品。
李弗斯懷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走近石棺，他的思緒飛快地思考着這些發現的含義。這裏是圖坦卡門的最後安息之地，這位當時受人尊敬和崇拜的國王。墓室裏的空氣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李弗斯感到一種深深的責任感，要紀念這位少年國王和建造這座宏偉陵墓的人們。當他們記錄墓室裏的東西時，李弗斯無法擺脫一種被監視的感覺，過去的靈魂正在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圖坦卡門墳墓上的詛咒故事在他腦海中回響，他想知道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儘管心存疑慮，李弗斯知道他們有責任揭開過去的秘密並與世界分享。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個解開古埃及之謎並揭示圖坦卡門的生活和遺產的機會。隨着時間的流逝，太陽開始升起，在山谷上空投射出金色的光芒。李弗斯和他的團隊在他們的發現的興奮和意義的驅使下，繼續他們的工作。他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着，等着了解隱藏在墳墓中數千年的秘密。因此，帶着使命感和決心，他們繼續前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即將發現歷史上最偉大的寶藏之一。但就在他們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際，空氣中卻彌漫着一種不祥的預感。這提醒人們，過去從未真正消失。圖坦卡門陵墓的秘密將對所有敢於揭開他們的人產生深遠的影響。第二章：現代發掘。第二部分：暴動與困擾的開始。當初升的太陽的金色光芒照耀在帝王谷上時，空氣中仍殘留着前一天發現的欣喜之情。喬納森·李弗斯 （Jonathan Rivers） 博士和他的團隊憑藉他們的開創性發現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圖坦卡蒙的陵墓數千年來未曾被觸及，裡面充滿了講述這位少年國王的生活和統治故事的寶藏。然而，當他們準備繼續工作時，一種不安的感覺開始蔓延，給他們的巨大成就蒙上了陰影。發現墓室及其無價之寶的興奮感讓團隊徹夜不眠，但現在在白天，他們的行動的重量開始落在他們身上。與圖坦卡門墓相關的古老的詛咒和鬧鬼故事在他們的腦海中回盪，不再被視為純粹的迷信。李弗斯博士，這位一向理性的科學家，不禁感到越來越強烈的恐懼感。隨着墓室現已開放，研究小組面臨着一項艱巨的任務，即仔細記錄和移除文物以進行進一步研究。每一步都經過精心策劃，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以確保他們發現的寶藏得以保存。然而，當他們開始工作時，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每一件都比上一件更令人不安。事情是從閃爍的燈光開始的。為照亮墳墓內部而設置的強力泛光燈開始閃爍變暗，在牆上投射出詭異的陰影。所有最先進且經過徹底測試的電器設備似乎都莫名其妙地出現故障。李弗斯認為這是技術故障，但隨着騷亂變得越來越頻繁，他的不安也隨之增加。莎拉，檢查發電機，李弗斯指示道，他的聲音透露出一絲沮喪。莎拉米切爾 （Sarah Mitchell） 是他的團隊中最可靠的成員之一。他點點頭，走向墳墓外的設備設置處。過了一會兒，他回來了，臉上的表情有些困惑。發電機沒問題，李弗斯博士，他報告道，一切都很完美。燈光沒有理由像這樣。李弗斯皺起眉頭，由着太陽穴，試圖弄清楚現在的情況。好吧，讓我們留意一下，可能是熱量或其他一些環境因素影響了設備。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騷亂變得更加明顯。工具遺失了，卻又出現在原來沒有留下的地方。儘管外面持續沙漠高溫，但墓穴內的溫度似乎波動很大。低語聲在房間裏回盪，幾乎聽不見，但毫無疑問，讓聽到的人感到背脊發涼。團隊成員開始一一報告奇怪的夢境和令人不安的幻象。莎拉向李弗斯透露，
他夢見了一位穿着古埃及服裝的年輕女子，她的眼睛充滿了悲傷和絕望。那個女人向他伸出了手，用莎拉聽不懂的語言低聲說道，但緊迫感和絕望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法解釋，里弗斯博士。莎拉聲音顫抖地說，感覺很真實，就像他就在我身邊一樣。我醒來時感覺自己被過去的某個人觸動了。里弗斯全神貫注地聽着，他自己的睡眠也被類似的夢境所困擾。在他的噩夢中，他看到了那些死去已久的人的臉，他們的眼神充滿了指責和痛苦。他看到了圖坦卡蒙，一個背負着王朝重擔的少年國王，和他心愛的皇后安克瑟拿蒙，他的臉上刻滿了悲傷。這些畫面栩栩如生，令人難以忘懷，讓里弗斯產生了壓倒性的罪惡感。儘管不安情緒不斷增加，工作仍在持續。團隊對這些寶藏進行了編目，並仔細包裝它們，以便運送到博物館，在那裡對它們進行研究和保存。然而，隨着它們深入墳墓，騷動卻越來越劇烈，空氣中似乎都彌漫着一種明顯的恐懼感。正是在石棺被移除的過程中，鬧鬼的真實程度才變得顯而易見。當厚重的蓋子被掀開，露出裡面的鍍金棺材時，一股寒意席捲整個房間，燈光劇烈閃爍，房間陷入黑暗。當他們爭先恐後地恢復照明時，團隊中爆發了恐慌。他們的手電筒投射出不穩定的光束，只會加劇混亂感。在一片混亂中，里弗斯聽到了一個聲音，一種低沉、悲傷的哀號，似乎是從墳墓的牆壁上發出的。這是一種訴說着古老悲傷的聲音，一種被埋藏了數千年的哭聲。空氣越來越冷，里弗斯感覺到有一種存在，一種有形的力量壓在他身上，讓他充滿了壓倒性的絕望感。大家冷靜一點，他喊道，試圖重新控制自己。現在就打開倒車燈。莎拉和另一位團隊成員大衛設法恢復了備用照明，在墳墓上投射出昏暗但穩定的光芒。閃爍停止了，但不安的感覺依然存在。里弗斯知道事情出了嚴重的問題，他們擾亂了超越他們理解的力量。當他們恢復工作時，騷亂的氣氛變得更加顯目。影子移到了不該有影子的地方，竊竊私語聲變得更大、更持續。團隊成員開始出現身體症狀，頭痛、頭暈、胸部沉重，導致呼吸困難。里弗斯本人也未能幸免。他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集中注意力，他的思緒被過去的景象所困擾。他看到圖坦卡門站在孩子們的屍體旁，淚水從臉上流下來，對任何打擾他們休息的人發出詛咒。他看到安克瑟拿蒙，他的靈魂焦躁不安，飽受折磨，痛苦地向他伸出手。喬納森，一個聲音叫道，把他從沉思中驚醒。他轉身看到了艾米麗卡特博士，他是團隊的古代語言專家，也是一位親密的同事。他的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什麼事，艾米麗？他問道，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我一直在翻譯我們在石棺上發現的銘文。他聲音顫抖地說。他們講述了圖坦卡門親自下的咒語。這不僅僅是一個警告，也是對和平的懇求。他咒罵任何擾亂墳墓的人，但遠不止於此。他不顧一切地想要保護他的家人，保住他們的家人。里弗斯感到脊背發涼。他一直認為詛咒的故事只是迷信，但現在面對他面前的證據，他無法忽視他們釋放遠遠超出他們控制範圍的東西的可能性。你是建議我們放棄挖掘嗎？他問道，他的聲音略高於耳語。艾米麗點點頭，表情凝重。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一下，喬納森。無論這裡發生什麼，這都是不自然的。我們需要尊重死者的意願，讓這個地方不受干擾。
里弗斯深吸了一口氣，努力應付眼前這個決定的艱巨性。放棄挖掘就意味着留下歷史寶庫，但繼續下去可能意味着危及他的團隊並擾亂其他古代死者。當他權衡自己的選擇時，另一個聲音在房間裏迴響，這個聲音似乎同時來自四面八方，卻又無所不在。這是一個充滿悲傷和憤怒的聲音，一個訴說着痛苦和失落的聲音。離開這個地方，他低聲說道，這句話在房間裏迴盪。讓我們休息吧，否則後果自負。隊員們僵硬地站着，臉上寫滿了恐懼。里弗斯感到自己的決心動搖了，歷史的重擔壓在他身上。他知道他們必須做出選擇，而且要盡快。大家收拾東西，他說道，儘管內心一片混亂，但他的聲音卻很平靜。我們走了。隊伍行動迅速，收拾好裝備，準備撤離古墓。當他們到達地表時，騷動似乎也隨之而來，空氣變得越來越冷，低語聲也更加持續。一到外面，壓抑的重量就解除了，團隊集體鬆了一口氣。里弗斯回頭看了一眼墳墓的入口，腦海裏浮現出他們所經歷的一切的意義。喬納森，現在怎麼辦？莎拉聲音顫抖地問。我們報告我們的調查結果並與當局協商，里弗斯回答。我們需要確保墳墓受到保護，並尊重死者的意願。這還沒有結束，但我們需要謹慎行事。當他們返回營地時，里弗斯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他們只觸及了圖坦卡門陵墓內奧秘的表面。這種困擾提醒人們過去的力量，一種需要尊重和崇敬的力量。當太陽落在帝王谷上空，在古老的風景上投下長長的影子時，里弗斯知道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困擾才剛開始，詛咒的真正程度還有待揭曉。第3章，解開詛咒，第1部分，加劇的困擾。沙漠的悶熱已經被涼爽、安靜的夜晚所取代，但對於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來說，氣氛仍然彌漫着緊張和不安的氣氛。隊伍已經撤退到他們的大本營，這是位於帝王谷郊區的臨時搭建的帳篷和裝備。儘管暫時擺脫了墳墓的限制，但恐懼感依然揮之不去，彷彿他們擾亂的遠古靈魂拒絕被拋在身後。隨着夜色漸深，考古學家們聚集在中央帳篷裏，帳篷的襟亦向頭頂的星星敞開。燈籠的昏暗光線投射出長長的影子，閃爍的火焰營造出一種近乎空靈的氛圍。他們的古代語言專家艾米麗卡特博士一直在仔細研究他的筆記，試圖破解對圖坦卡蒙墳墓施加的詛咒的全部內容。我們需要討論今天發生的事情，喬納森開始說道，他的聲音平穩，但承載着他們集體焦慮的重量。墓穴裏的騷動，那些聲音？艾米麗，你發現了什麼？艾蜜莉從筆記中抬起頭，臉色憔悴而疲憊。石棺上的銘文很清楚，圖坦卡門在他的墳墓上下了一個強大的詛咒，旨在保護他的家人並確保他們在來世得到安息。這個詛咒不僅僅是一種警告，更是一種懇求，是一種阻止入侵者的絕望嘗試。他們的後勤專家莎拉米切爾 Sarah Mitchell 向前傾身，臉色蒼白。你是說我們打開墳墓釋放出了某種東西？艾米麗緩緩點頭。是的，我相信我們做到了。詛咒是最後的保護行為，一種守護內在靈魂的方式。透過擾亂他們的休息，我們喚醒了一些古老而強大的東西。喬納森嘆了口氣，搖着太陽穴。我們需要了解這個詛咒的全部範圍，並找出如何減輕其影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這個團隊的安全和這些歷史文物的保護。團隊點頭同意，但不安是顯而易見的。閃爍的燈籠在帆布牆上投下詭異的陰影，空氣中似乎彌漫着不自然的寒意。當他們繼續討論時，困擾不斷加劇的最初跡象開始出現。
一開始是一聲低沉、悲傷的哀號，似乎從周圍的沙漠中回響。聲音一開始很微弱，在風的沙沙聲中幾乎聽不到，但逐漸變得更大、更持久。隊伍陷入了沉默，他們恐懼地睜大了眼睛，哀號變成了痛苦的呼喊，讓夜晚充滿了絕望的刺耳聲音。那是什麼？他們的設備專家戴維福斯特低聲說道，聲音顫抖着。艾米莉的臉色變得鐵青。是他們，鬼魂。他們很生氣。哭聲越來越大，空氣也越來越冷。儘管沙漠酷熱，氣溫卻迅速下降。燈火猛烈地閃爍着，在牆上投射出詭異的移動的陰影。突然，帳篷的門簾簌簌作響，仿佛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席捲而來。哭聲似乎是從帳篷內傳來。大家冷靜。喬納森命令道，儘管他自己也很害怕，但他的聲音很堅定。我們需要弄清楚發生了什麼。當團隊擠在一起時，哭聲開始變得更加清晰。用古老的語言說出的話語在帳篷裏回響，他們的意義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但他們的意圖卻很清晰：憤怒、悲傷和對尊重的要求。艾蜜莉閉上眼睛，試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句話上。這是古埃及語，他低聲說。他們用法老的語言說話。莎拉顫抖着，用雙臂抱住自己。他們在說什麼？艾米麗集中注意力時皺起了眉頭。他們要求我們離開。他們希望我們歸還拿走的東西，讓他們安息。氣溫持續下降，一陣寒風席捲帳篷，吹熄了燈籠，陷入黑暗。團隊摸索着尋找手電筒，他們的光束穿透了黑暗，但被注視、被看不見的眼睛包圍的感覺仍然存在。喬納深深吸了一口氣，試着穩定自己的神經。我們需要記錄下來。如果靈魂試圖交流，我們需要完全理解他們的訊息。艾米麗，你能翻譯得盡可能多嗎？艾蜜莉點點頭，伸手去拿筆記本和筆時，雙手顫抖着。他開始抄寫這些單詞，他的思緒飛快地跟上古老的語言。哭聲和低語聲仍在繼續，讓夜晚充滿了令人難忘的存在。當艾米麗工作時，團隊的其他成員擠在一起，他們的眼睛在帳篷周圍掃視，彷彿期待看到靈魂在他們面前顯現。寒冷越來越強烈，被人注視的感覺幾乎難以忍受。突然，哭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不安的詭異沉默。一行人屏住呼吸，等待下一次的出現。片刻之後，一道低沉而哀傷的聲音響起，語氣中充滿了悲傷。歸還你所拿走的東西，否則就會遭受我們的憤怒。話語清晰，用帶有口音的英語說，讓帳篷裏每個人都感到背脊發涼。這個聲音似乎從他們周圍回響，就好像牆壁在說話。喬納森的思緒飛快運轉，他們必須找到一種與神靈溝通的方式，了解他們的需求並找到安撫他們的方法。但如何呢？艾米麗，你能試着和他們談談嗎？他問道，聲音緊張。艾蜜莉點點頭，喉嚨發乾。他清了清嗓子，用古埃及語說話，聲音有些顫抖。我們聽到了你的聲音，我們希望了解你的訊息，請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一時之間，只剩下一片寂靜。然後，悲傷的聲音回答道，語氣更加堅決，讓孩子們回到他們的父親身邊。只有這樣，和平才會恢復。艾米莉為團隊翻譯了這則訊息，她的聲音顫抖着。他們希望我們將兒童木乃伊送回他們父親的墳墓，這是恢復和平的唯一途徑。喬納森點點頭，腦子裏飛快運轉。我們需要迅速採取行動。大衛、莎拉開始準備設備。艾米莉記錄一切。
我們需要確保準確遵循他們的指示。團隊立即採取行動，任務的緊迫性緩解了他們的恐懼。他們收拾好裝備，走回墳墓，每走一步，壓抑的恐懼感就跟着他們走。到了門口，氣溫進一步下降，哭聲又起，夜裏充滿了他們悲傷的哭聲。團隊深入墳墓，手電筒在牆上投射出詭異的陰影。空氣中彌漫着一股古老的力量氣息，一股力量似乎壓迫着他們，催促着他們加快速度。他們到達了埋葬室，孩子們的石棺就放在那裏。房間裏充滿了明顯的悲傷感，仿佛連石頭都在為裏面迷失的靈魂哭泣。喬納森和他的團隊小心翼翼地抬起石棺，他們的動作緩慢而鬆容，仿佛任何突然的舉動都會進一步激怒靈魂。當他們把石棺抬回主室時，哭聲變得更大、更持續。空氣冰冷，被人注視的感覺幾乎難以忍受。他們將石棺放在圖坦卡門的棺材旁邊，密密的金色光芒為整個場景投射出溫暖的光芒。艾蜜莉向前走去，用古埃及語說話時聲音顫抖。我們已經把孩子們送回了他們的父親身邊，請讓這裏和平。一時之間，只剩下一片寂靜。隨後，溫度開始升高，空氣中壓抑的重量也隨之解除。哭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陣柔和的、幾乎令人安慰的微風吹過房間。一行人全都愣住了，一個個都瞪大了眼睛，滿臉的難以置信。神靈們似乎接受了他們的祭品，連日來困擾他們的恐懼感也開始消散。喬納深深吸了一口氣，心臟在胸腔裏狂跳。讓我們回到營地，我們需要記錄一切並報告我們的發現。當他們返回地面時，團隊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那些陰魂不散的事已經平息了，靈魂似乎也平靜了。但喬納森知道他們的磨難還遠遠沒有結束。圖坦卡門墓的詛咒已經部分解開，但仍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回到營地，眾人再次聚集在中央的帳篷裏，氣氛輕鬆了一些，但依然帶着一絲不安。艾蜜莉繼續抄寫來自靈魂的訊息，她的思緒飛快地想要理解詛咒的全部範圍。還有更多的事情，她說道。他的聲音若有所思。神靈很清楚要歸還孩子，但我們還需要了解詛咒的其他內容。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揭開圖坦卡蒙家族的完整故事以及詛咒背後的原因。喬納森點點頭，他的腦子裏已經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同意。我們需要謹慎和尊重地對待這個問題。神靈已經向我們發出了警告。我們需要注意它。整個晚上，團隊都在記錄他們的經歷，新的使命感緩解了他們的恐懼。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力量超越了他們的理解，但他們決心揭開真相，找到保護生者和死者的方法。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照亮沙漠，為帝王谷投下金色的光芒時，喬納森和他的團隊為下一階段的旅程做好了準備。困擾已經加劇，揭示了他們擾亂了古代靈魂的力量和痛苦，但他們也提醒我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紀念過去的必要性。當他們站在圖坦卡門陵墓的入口處時，恐懼感隨着初升的太陽而升起。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詛咒已被部分解開，但仍有許多謎團有待揭開。許多秘密被埋藏在時間的沙子裏，他們懷抱着新的決心向前邁進，準備迎接未來的任何挑戰。過去的靈魂已經發聲，他們有責任傾聽、學習並尊重前人的遺產。困擾才剛開始，詛咒的真正程度還有待揭曉。但每一步，他們都離理解更近一步，更接近解開隱藏在古墓中的謎團。當他們深入研究過去時，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圖坦卡門及其家人的靈魂正在注視着他們，引導他們踏上旅程。第3章：
解開詛咒第2部分歷史研究。沙漠的悶熱已經被涼爽、安靜的夜晚所取代，但對於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來說，氣氛仍然彌漫着緊張和不安的氣氛。隊伍已經撤退到他們的大本營，那是位於帝王谷郊區的臨時搭建的帳篷和裝備。儘管暫時擺脫了墳墓的限制，但恐懼感依然揮之不去，彷彿他們擾亂的遠古靈魂拒絕被拋在身後。隨着夜色漸深，考古學家們聚集在中央帳篷裏，帳篷的襟翼向頭頂的星星敞開，燈籠的昏暗光線投射出長長的影子，閃爍的火焰營造出一種近乎空靈的氛圍。他們的古代語言專家艾米麗卡特博士一直在仔細研究他的筆記，試圖破解對圖坦卡蒙墳墓施加的詛咒的全部內容。我們需要討論今天發生的事情，喬納森開始說道，他的聲音平穩，但承載着他們集體焦慮的重量。墓穴裏的騷動，那些聲音。艾米麗，你發現了什麼？艾蜜莉從筆記中抬起頭，臉色憔悴而疲憊。石棺上的銘文很清楚，圖坦卡門在他的墳墓上下了一個強大的詛咒，旨在保護他的家人並確保他們在來世得到安息。這個詛咒不僅僅是一種警告，更是一種懇求，是一種阻止入侵者的絕望嘗試。他們的後勤專家莎拉米切爾 Sarah Mitchell 向前傾身，臉色蒼白。你是說我們打開墳墓釋放出了某種東西？艾米麗緩緩點頭。是的，我相信我們做到了。詛咒是最後的保護行為，一種守護內在靈魂的方式。透過擾亂他們的休息，我們喚醒了一些古老而強大的東西。喬納森嘆了口氣，由着太陽穴。我們需要了解這個詛咒的全部範圍，並找出如何減輕其影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這個團隊的安全和這些歷史文物的保護。團隊點頭同意，但不安是顯而易見的。閃爍的燈籠在帆布牆上投下詭異的陰影，空氣中似乎彌漫着不自然的寒意。當他們繼續討論時，困擾不斷加劇的最初跡象開始出現。一開始是一聲低沉、悲傷的哀號，似乎從周圍的沙漠中回響。聲音一開始很微弱，在風的沙沙聲中幾乎聽不到，但逐漸變得更大、更持久。隊伍陷入了沉默，他們恐懼地睜大了眼睛，哀號變成了痛苦的呼喊，讓夜晚充滿了絕望的刺耳聲音。那是什麼？他們的設備專家戴維福斯特低聲說道，聲音顫抖着。艾米莉的臉色變得鐵青。是他們，鬼魂。他們很生氣，哭聲越來越大，空氣也越來越冷。儘管沙漠酷熱，氣溫卻迅速下降。燈火猛烈地閃爍着，在牆上投射出詭異的移動的陰影。突然，帳篷的門簾簌簌作響，彷彿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席捲而來。哭聲似乎是從帳篷內傳來。大家冷靜，喬納森命令道。儘管他自己也很害怕，但他的聲音很堅定。我們需要弄清楚發生了什麼。當團隊擠在一起時，哭聲開始變得更加清晰。用古老的語言說出的話語在帳篷裏回響，他們的意義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但他們的意圖卻很清晰：憤怒、悲傷和對尊重的要求。艾蜜莉閉上眼睛，試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句話上。這是古埃及語，他低聲說。他們用法老的語言說話。莎拉顫抖着，用雙臂抱住自己。他們在說什麼？艾米莉集中注意力時，眉頭皺起。他們要求我們離開。他們希望我們歸還拿走的東西，讓他們安息。氣溫持續下降。一陣寒風席捲帳篷，吹熄了燈籠，陷入黑暗。團隊摸索着尋找手電筒，他們的光束穿透了黑暗，但被注視、被看不見的眼睛包圍的感覺仍然存在。喬納深深吸了一口氣，試着穩定自己的神經。
我們需要記錄下來。如果靈魂試圖交流，我們需要完全理解他們的訊息。艾米麗，你能翻譯得盡可能多嗎？艾蜜莉點點頭，伸手去拿筆記本和筆時，雙手顫抖着。他開始抄寫這些單詞，他的思緒飛快地跟上古老的語言。哭聲和低語聲仍在繼續，讓夜晚充滿了令人難忘的存在。當艾米麗工作時，團隊的其他成員擠在一起，他們的眼睛在帳篷周圍掃視，彷彿期待看到靈魂在他們面前顯現。寒冷越來越強烈，被人注視的感覺幾乎難以忍受。突然，哭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不安的詭異沉默。一行人屏住呼吸，等待下一次的出現。片刻之後，一道低沉而哀傷的聲音響起，語氣中充滿了悲傷。歸還你所拿走的東西，否則就會遭受我們的憤怒。話語清晰，用帶有口音的英語說，讓帳篷裏每個人都感到背脊發涼。這個聲音似乎從他們周圍回響，就好像牆壁在說話。喬納森的思緒飛快運轉，他們必須找到一種與神靈溝通的方式，了解他們的需求並找到安撫他們的方法。但如何呢？艾米麗，你能試着和他們談談嗎？他問道，聲音緊張。艾蜜莉點點頭，喉嚨發乾。他清了清嗓子，用古埃及語說話，聲音有些顫抖。我們聽到了你的聲音，我們希望了解你的訊息，請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一時之間，只剩下一片寂靜。然後，悲傷的聲音回答道，語氣更加堅決，讓孩子們回到他們的父親身邊，只有這樣，和平才會恢復。艾米莉為團隊翻譯了這則訊息，她的聲音顫抖着。他們希望我們將兒童木乃伊送回他們父親的墳墓，這是恢復和平的唯一途徑。喬納森點點頭，腦子裏飛快運轉。我們需要迅速採取行動。大衛、莎拉，開始準備設備。艾米麗，記錄一切。我們需要確保準確遵循他們的指示。團隊立即採取行動，任務的緊迫性緩解了他們的恐懼。他們收拾好裝備，回到墳墓，壓抑的恐懼感每一步都伴隨着他們。到了門口，氣溫進一步下降，哭聲又起，夜裏充滿了他們悲傷的哭聲。團隊深入墳墓，手電筒在牆上投射出詭異的陰影。空氣中彌漫着一股古老的力量氣息，一股力量似乎壓迫着他們，催促着他們加快速度。他們到達了埋葬室，孩子們的石棺就放在那裏。房間裏充滿了明顯的悲傷感，仿佛連石頭都在為裏面迷失的靈魂哭泣。喬納森和他的團隊小心翼翼地抬起石棺，他們的動作緩慢而鬆容，仿佛任何突然的舉動都會進一步激怒靈魂。當他們把石棺抬回主室時，哭聲變得更大、更持續。空氣冰冷，被人注視的感覺幾乎難以忍受。他們將石棺放在圖坦卡門的棺材旁邊，紋密的金色光芒為整個場景投射出溫暖的光芒。艾蜜莉向前走去，用古埃及語說話時聲音顫抖。我們已經把孩子們送回了他們的父親身邊，請讓這裏和平。一時之間，只剩下一片寂靜。隨後，溫度開始升高，空氣中壓抑的重量也隨之解除。哭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陣柔和的、幾乎令人安慰的微風吹過房間。一行人都愣住了，一個個都瞪大了眼睛，滿臉的難以置信。神靈們似乎接受了他們的祭品，連日來困擾他們的恐懼感也開始消散。喬納深深吸了一口氣，心臟在胸腔裏狂跳。讓我們回到營地，我們需要記錄一切並報告我們的發現。當他們返回地面時，團隊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那些陰魂不散的事已經平息了，靈魂似乎也平靜了。
但喬納森知道他們的磨難還遠遠沒有結束。圖坦卡門墓的詛咒已經部分解開，但仍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回到營地，眾人再次聚集在中央的帳篷裏，氣氛輕鬆了一些，但依然帶着一絲不安。艾蜜莉繼續抄寫來自靈魂的訊息，她的思緒飛快地想要理解詛咒的全部範圍。還有更多的事情，她說道，她的聲音若有所思。神靈很清楚要歸還孩子，但我們還需要了解詛咒的其他內容。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揭開圖坦卡蒙家族的完整故事以及詛咒背後的原因。喬納森點點頭，他的腦子裏已經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同意，我們需要謹慎和尊重地對待這個問題。神靈已經向我們發出了警告，我們需要注意它。整個晚上，團隊都在記錄他們的經歷，新的使命感緩解了他們的恐懼。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力量超越了他們的理解，但他們決心揭開真相，找到保護生者和死者的方法。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照亮沙漠，為帝王谷投下金色的光芒時，喬納森和他的團隊為下一階段的旅程做好了準備。困擾已經加劇，顯露出了力量和他們擾亂了遠古靈魂的痛苦，但他們也提醒我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紀念過去的必要性。當他們站在圖坦卡門陵墓的入口處時，恐懼感隨着初升的太陽而升起。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詛咒已被部分解開，但仍有許多謎團有待揭開，許多秘密被埋藏在時間的沙子裏。他們懷抱着新的決心，向前邁進，準備迎接未來的任何挑戰。過去的靈魂已經發聲，他們有責任傾聽、學習並尊重前人的遺產。困擾才剛開始，詛咒的真正程度還有待揭曉。但每一步，他們都離理解更近一步，更接近解開隱藏在古墓中的謎團。當他們深入研究過去時，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圖坦卡門及其家人的靈魂正在注視着他們，引導他們踏上旅程。接下來的幾天裏，研究小組沉浸在研究中，翻閱了古代文獻和歷史記錄。他們聯繫了世界各地的專家，尋求可以幫助他們理解詛咒的見解和資訊。艾米麗不知疲倦地工作，翻譯銘文和文獻。他對古代語言的了解證明是無價的。他們發現，咒語不只是簡單的警告，這是一個複雜的儀式和祈禱網，旨在保護死者的靈魂並確保他們安全進入來世。銘文講述了強大的咒語和儀式，以及被召喚來守護墳墓及其居住者的神靈。一份特別的文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葬在開羅博物館檔案深處的古代卷軸的碎片。卷軸詳細描述了圖坦卡門孩子們的生與死，描述了困擾年輕法老和皇后的悲傷和悲傷。他講述了為保護家人而做出的絕望嘗試，講述了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愛的詛咒。隨着研究的深入，他們開始了解詛咒的真正本質。這是一個束縛咒語，旨在將圖坦卡門家族的靈魂保持在一起，防止他們在來世分離。孩子的靈魂應該留在他們的父親身邊，在他面前找到平靜。但出了點問題，墳墓的騷動打破了微妙的平衡，釋放了靈魂，並導致了困擾團隊的陰魂不散。他們精神失落，平靜被打破，他們在痛苦中猛烈攻擊。喬納森和他的團隊意識到他們需要恢復平衡，重新團聚靈魂並確保他們安全進入來世。他們需要舉行一個儀式，一個可以安撫靈魂並恢復墳墓和平的儀式。儀式的準備工作非常細緻。他們諮詢了古埃及宗教和魔法專家，尋求正確程序和祈求的指導。他們收集了必要的材料、食物和飲料、神聖的油和香以及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團隊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們的決心是為了結束鬧鬼事件並尊重圖坦卡門及其家人的遺產。
他們排練了儀式，確保每一步都精確，每一個字都說得正確。隨着儀式日期的臨近，緊張氣氛也隨之加劇。困擾已經平息，但不安的感覺仍然存在。靈魂們在注視着，等待着，他們的存在不斷提醒着我們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儀式當晚，隊伍聚集在舞室裏，空氣中充滿了期待。閃爍的火光在牆上投下詭異的陰影，空氣中彌漫着焚香的味道。喬納森站在隊伍的最前面，當他開始念咒語時，他的心臟劇烈跳動。儀式的話語從他的嘴唇流出，混合住古埃及語和神聖的祈求。團隊跟隨他的帶領，他們的聲音齊聲呼喊。他們獻上祭品，虔誠地將它們放在石棺前，並用神聖的油塗抹木乃伊。隨着儀式的進行，房間裏的溫度開始升高，一股溫暖舒適的微風吹過房間。恐懼的感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平靜與安寧的感覺。神靈似乎做出了回應，他們的存在不再那麼壓抑，而是更包容。喬納森的聲音越來越大，他的信心因神靈的反應而增強。他向眾神祈求保護和指引，祈求他們保佑圖坦卡門家族的靈魂團聚。當儀式的最後一句話說出時，房間裏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空氣靜止了，氣氛充滿了完成感。團隊屏住呼吸，等待他們的努力取得成功的跡象。然後，緩緩地，一道柔和的金色光芒從石棺中散發出來，它變得越來越亮，房間裏充滿了溫暖、光芒四射的光芒。平靜的感覺是顯而易見的，團隊感到一股輕鬆的感覺籠罩着他們。神靈接受了他們的供奉，圖坦卡門家族的靈魂重新團聚，他們恢復了平靜。詛咒已經解除，困擾也結束了。喬納森和他的團隊肅然起敬，心中充滿感激和崇敬。他們面對過未知，面對過古老的靈魂，並成功地完成了他們的探索。他們尊重圖坦卡門及其家族的遺產，並在此過程中對過去的力量和神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當他們離開墳墓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衝破地平線。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永遠改變了他們。他們見證了古代魔法的力量，感受到了早已消失的靈魂的存在，並且變得更強大、更明智，並且更加尊重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他們的工作還沒結束，仍有許多謎團有待揭開，許多秘密埋藏在時間的沙子裏。但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並憑藉着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武裝起來。他們將繼續他們的探索，尊重過去並為子孫後代保留其遺產。當他們回頭望着沐浴在旭日金色光芒中的圖坦卡門陵墓入口時，他們感到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他們解開了詛咒，恢復了古代靈魂的平靜，並對考古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帝王谷也隱藏着更多秘密，喬納森和他的團隊決心揭開它們，揭露過去，並向先人留下的遺產致敬。第4章：公主的困擾。第一部：公主的靈魂。埃及沙漠的悶熱已經被夜晚的涼爽所取代，大片的沙石沐浴在滿月的銀光下，投下詭異的陰影，與過去的低語一起舞動。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考古學家團隊坐在帝王谷郊區的臨時營地裏，空氣中彌漫着他們最近發現的緊張氣氛。他們成功地解開了自圖坦卡門陵墓被打開以來一直困擾着他們的古老詛咒的一部分。孩子們的木乃伊已經回到了父親的安息之地，陰魂不散的感覺也已經平息，但不安的感覺仍然揮之不去。喬納森知道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還有一種靈魂需要他們的關注——圖坦卡門心愛的女王安克瑟納蒙的靈魂。喬納森坐在一張木桌旁，周圍擺滿了古老的文字和地圖。他的腦中思緒如旋風，試圖拼湊出詛咒的剩餘碎片。
燈籠閃爍的光芒在帳篷的帆布牆上投下長長的影子，營造出近乎空靈的氛圍。夜很靜，只有沙漠風偶爾發出的沙沙聲。喬納森，你覺得女王的靈魂還不安嗎？他們的古代語言專家艾米麗卡特 Emily Carter 與他一起坐在桌邊問道，他的眼神裏滿是關切，反映出事情的嚴重性。喬納森從筆記中抬起頭，皺起眉頭，若有所思。我相信是這樣，艾米麗。我們已經解決了孩子們的問題，但安克瑟納蒙的靈魂仍然與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這個詛咒是為了保護整個家庭，而他的痛苦很可能與他與圖坦卡門的分離有關。設備專家大衛福斯特 David Foster 走進帳篷，手裏拿着一沓他們最近探險時新沖洗的照片。你可能想看看這些，他一邊說，一邊把照片鋪在桌上。這些圖像顯示了圖坦卡門陵墓的內部，重點是裝飾複雜的牆壁和他們發現的各種文物。喬納森的眼睛被一張特別的照片所吸引，一幅描繪安克瑟納蒙的壁畫的特寫。他的目光似乎追隨着他，充滿了超越時間的悲傷。他正試圖與我們交流。喬納森低聲說道，目光盯着照片。我們需要理解他的訊息。艾蜜莉點點頭，表情堅決。我們應該從檢查與他有關的銘文和文物開始。肯定有什麼東西被我們忽略了。團隊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仔細檢查了他們的筆記和工件。他們將墓壁上的銘文與他們帶來的古代文獻進行了比較。艾米麗翻譯了象形文字，她流利的古埃及語被證明是無價的。隨着夜幕降臨，團隊裏彌漫着一種緊迫感。燈籠在文字和文物上投射出溫暖的光芒，但溫度似乎下降了，一股寒意籠罩着營地。空氣變得凝重起來，一片不自然的寂靜，只有紙的沙沙聲和偶爾的風的低語聲打破。突然，帳篷的門簾劇烈地沙沙作響，仿佛突然被一陣風吹過。燈火閃爍，投下詭異的影子，仿佛有生命一樣在移動。喬納森和艾蜜莉交換了擔憂的眼神，心同時狂跳。你有這種感覺嗎？艾米莉低聲說道，聲音有些顫抖。喬納森點點頭，目光掃過房間。是的，就是他。安克瑟納蒙的靈魂就在這裏。氣溫持續下降，營地回蕩着微弱的哀嚎聲。這聲音令人心曠神怡，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悲傷，讓人脊背發涼。團隊擠在一起，當他們試圖理解這一現象時，他們的恐懼顯而易見。Anka Seneman，喬納森大聲喊道，儘管恐懼籠罩着他的心，他的聲音卻很平靜。我們聽到了你的聲音，我們想幫助你，請告訴我們你需要什麼。哭聲越來越大，越來越持續，帳篷牆上的陰影似乎在移動和旋轉，呈現出無法解釋的形式。隊員們屏住呼吸，等待回應。然後，他出現了，一個女人的身影出現在帳篷中央，她的身體半透明，閃爍着淡淡的超凡脫俗的光芒。她穿着古埃及女王的傳統服裝，長髮上裝飾着複雜的辮子和珠寶。她的眼睛充滿了深深的悲傷，鎖定了喬納森的眼睛。Anka Seneman，喬納森喘息着，他的聲音幾乎是耳語。女王的靈魂盤旋在他們面前，她的存在既令人敬畏又令人恐懼。他抬起手，指着桌上的照片，牆上畫着他的肖像。把我還給他，他說，他的聲音回蕩着令人難以忘懷的共鳴。只有這樣我才能找到平靜。艾蜜莉向前走去，她的恐懼變成了決心。我們會的 Anka Seneman， 我們將盡一切努力讓你與圖坦卡蒙重聚。精靈的目光變得柔和，一瞬間，他眼中的悲傷似乎都消散了。他點點頭，身形閃爍着光芒。然後慢慢消失在黑暗中，團隊成員震驚地沉默着，逐漸意識到他們遭遇的現實。
他們現在有一個明確的指示，將安克瑟納蒙的精神與圖坦卡門重新結合。但如何呢？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他的葬禮以及他與圖坦卡蒙的聯繫。喬納森說，他的思緒飛快。歷史記載和墳墓本身一定有線索。艾蜜莉點點頭，已經伸手去拿他的筆記。我首先要檢查與他的埋葬有關的銘文，肯定有什麼東西我們遺漏了。戴維仍然對這次遭遇感到震驚，他收集了他的裝備。我會再看一片照片，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團隊在新的使命感的推動下，通宵達旦地工作。安克瑟那蒙精神的存在讓他們有了明確的目標，但實現目標的道路卻充滿了不確定性。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開始出現，在沙漠上投射出金色的光芒時，艾米麗取得了突破。他一直在研究一塊古老石板碎片上的一系列象形文字，他的眼睛因缺乏睡眠而發紅。喬納森，看看這個，他說，聲音充滿了興奮。這些銘文詳細描述了一種儀式，旨在讓一對皇室夫婦在來世重聚。它非常複雜，但我認為這可能是我們所需要的。喬納森靠在平板電腦上，眼睛掃視着古老的文字。所描述的儀式確實很複雜，涉及一連串的祈禱、祭品和象徵性的行為，旨在引導靈魂進入永恆的安息。就是這樣，喬納森說道，他的聲音充滿了決心。我們需要進行這個儀式，這是我們幫助安克塞納門找到和平的最佳機會。接下來的幾天裏，團隊一直在為儀式做準備。他們收集了必要的材料、聖油、香以及食物和飲料的供品。他們排練祈禱，確保每一個字都說得正確，每個手勢都準確無誤。儀式當晚，團隊聚集在圖坦卡門陵墓的墓室，空氣中充滿了期待，氣氛充滿了使命感。閃爍的火光在牆上投下長長的影子，空氣中彌漫着焚香的香氣。喬納森站在這群人的最前面，手裏拿着寫着儀式指示的古老石碑。艾米麗和大衛站在他的兩側，表情堅決。團隊的其他人圍着石棺圍成一圈，眼睛盯着喬納森。他以一系列的祈禱開始了儀式，聲音穩定而清晰。古老的話語從他的嘴唇中流淌出來，祈求諸神的指引和保護。團隊加入進來，他們的聲音和諧一致，在房間裏回蕩着令人難忘的口號。他們獻上祭品，恭敬地放在石棺前。空氣變得溫暖起來，微風徐徐地吹過房間，帶着一種平靜的感覺。團隊可以感覺到靈魂的存在，在注視着，等待着。隨着儀式的進行，喬納森呼籲眾神將圖坦卡門和安克瑟納蒙的靈魂重新結合。他談到了他們的愛，他們持久的紐帶以及他們對永恆和平的渴望。房間裏似乎閃爍着柔和的金色光芒，空氣中充滿了超凡脫俗的能量。儀式的最後一句話被說出，團隊屏住呼吸等待信號。空氣靜止了，房間裏一片寂靜，唯一的聲音就是他們的心跳聲。然後慢慢地，圖坦卡門和安克瑟那蒙的身影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的身形閃爍着光芒。他們手牽手站在一起，眼神充滿了深深的平靜和感激。謝謝你，安克塞納門說道，他的聲音輕柔地在房間裏回蕩。你讓我們團聚了，我們現在可以安息了。那些神魂開始消散，他們的身影消失在金色的光芒之中。房間裏變得溫暖起來，平靜的感覺壓倒性的。隊員們肅然起敬，心中充滿了深深的成就感與崇敬之情。當鬼魂消失後，金色的光芒依然存在，為墳墓籠罩着溫暖的光芒。團隊知道他們已經成功了，他們幫助安克瑟納蒙和圖坦卡門找到了永恆的安息。喬納森感到一股自豪和感激之情湧上心頭。他們面對過未知，面對過古老的靈魂，並取得了勝利。
他們尊重圖坦卡門及其家族的遺產，並在此過程中對過去的力量和神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公主的困擾已經結束，但發現之旅還遠遠沒有結束。帝王谷仍然隱藏着許多秘密，喬納森和他的團隊決心揭開它們，揭露過去，並向先人留下的遺產致敬。當他們離開墳墓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衝破地平線，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永遠改變了他們。他們見證了古代魔法的力量，感受到了早已消失的靈魂的存在，並且變得更強大、更明智，並且更加尊重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他們的工作還沒結束，仍有許多謎團有待揭開，許多秘密埋藏在時間的沙子裏。但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並憑藉着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武裝起來。他們將繼續他們的探索，尊重過去並為子孫後代保留其遺產。當他們回頭望着沐浴在旭日金色光芒下的圖坦卡門陵墓入口時，他們感到一種成就感和成就感。他們重新團聚了靈魂，恢復了古代靈魂的平靜，並對考古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帝王谷也隱藏着更多秘密，喬納森和他的團隊決心揭開它們，揭露過去，並向先人留下的遺產致敬。第4章：公主的困擾。第2部分：安撫鬼魂的努力。與安克塞納蒙的靈魂初次接觸後的幾天，充滿了活動和緊張。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知道，他們承認女王的存在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他們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安克塞納蒙與他心愛的圖坦卡門重聚只是一個開始，他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安撫他的靈魂，並確保永久停止困擾。喬納森坐在大本營的辦公桌前，周圍是古代文獻、現代筆記本和越來越多的文物收藏。營地裏熱鬧非凡，每個團隊成員都專注於自己的具體任務。語言學家艾米麗卡特 （Emily Carter） 致力於翻譯更多的象形文字。他們的設備專家大衛福斯特正在檢查墓場的照片和掃描結果，以尋找任何被忽視的細節。團隊的其他成員正忙着對調查結果進行編目和分析。當喬納森仔細研究歷史記錄時，帳篷木架上的敲擊聲讓他回到了現實。這是莎拉威廉斯博士，一位古埃及儀式專家，也是他們團隊的新成員。事實證明，他的洞察力是無價的。喬納森，我想我找到了一些可以幫忙的東西。莎拉說，手裏拿着一個看起來比他們之前發現的任何東西都要古老的卷軸。喬納森的眼神充滿了興趣。你有什麼？這卷軸詳細描述了一系列專門用於安撫不安的靈魂的儀式和祭品。它比我們迄今為止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更全面。他解釋道，小心地展開精緻的羊皮紙。他甚至提到了對皇家精神的特定召喚，這可能正是我們安克塞納蒙所需要的。喬納森傾身向前，檢查着古老的文字，這可能是關鍵。我們需要確保每個細節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錯過哪怕一步，事情就會變得更糟。莎拉點點頭，表情嚴肅。我已經開始翻譯，但很複雜。我們需要 Emily 的專業知識來確保準確性。喬納森把艾蜜莉叫了過來，很快地三人就全神貫注地投入翻譯和解讀卷軸的複雜任務。帳篷裏的空氣裏彌漫着舊羊皮紙的味道，還有他們在執行古老指令時潦草地寫下的聲音。團隊準備儀式的時間從幾個小時變成了幾天。這個過程非常細緻，需要特定的材料，其中許多都很難找到。他們需要稀有的油、香和符合卷軸描述的祭品。每件物品都必須是正宗的，因為現代替代品是不夠的。大衛和其他一些團隊成員冒險進入附近的城鎮和市場，尋找必要的物品。他們設法找到了大部分需要的東西，儘管有些物品必須由仍然採用傳統方法的當地工匠定製。當地的工匠對團隊的使命很感興趣，
古老的詛咒和皇家靈魂的故事激起了他們的興趣。當最後的準備工作完成時，營地充滿了明顯的期待感。儀式將在午夜滿月下舉行。古埃及人認為這個時間具有強大的精神能量。選擇的地點是帝王谷附近的一個僻靜區域，遠離窺探和現代干擾。儀式當晚到來，團隊聚集在現場，涼爽的沙漠空氣中清晰可見他們的呼吸。他們搭建了一個臨時祭壇，祭壇上擺滿了祭品，並點燃了閃爍的火把。月亮高高地掛在天空，給大漠的大地投下銀色的光芒。喬納森站在最前面，手裏拿着翻譯好的卷軸，他感受到責任的重擔壓在他的身上。這個儀式是他們安息安克塞納蒙的靈魂，並為古代女王帶來和平的最後希望。我們準備好了嗎？他問道，聲音平穩，但充滿緊張。隊員們點點頭，臉上寫滿了決心和擔憂。艾蜜莉和莎拉站在喬納森的兩側，準備協助祈禱並確保每一步都得到精確遵循。喬納森深吸了一口氣，開始了儀式。他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祈禱，並呼籲古埃及的諸神保佑他們的努力。他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裏回響，每一個字都小心翼翼地發音，每一個動作都從容不迫。團隊加入進來，他們的聲音形成和諧的口號，與沙漠的寂靜產生共鳴。空氣似乎充滿了能量，火把閃爍着，仿佛在回應他們的懇求。當他們進行儀式時，喬納森將祭品一一呈上。他們在祭壇上放置聖油、香和食物，每件物品都根據其象徵意義精心準備和選擇。空氣中彌漫着焚香的香氣，與涼爽的夜風融為一體。艾米莉走上前背誦一段古老的祈禱文，儘管任務艱巨，她的聲音卻堅定不移。她召喚安克塞納蒙的靈魂，懇求他接受他們的供奉並尋求平靜。這些話語幾乎帶着音樂般的韻律，像咒語一樣在夜色中交織。周圍的溫度似乎進一步下降，祭壇上開始散發出淡淡的光芒。團隊警戒地交換了眼神，但仍繼續進行儀式。他們的決心沒有動搖。莎拉接手，執行了卷軸中描述的一系列複雜的手部動作。這些手勢的目的是引導靈魂走向祭品，並確保他接受。他的雙手動作精準，每個動作都從容優雅。喬納森感覺到空氣中有一種刺痛的感覺，仿佛現實的結構正在他們周圍發生變化。他繼續念咒語，每說一個字，他的聲音就變得越強。他們已經接近儀式的高潮，到了他們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成功的時刻。安克塞納蒙，親愛的圖坦卡門女王，請聽聽我們的懇求。喬納森喊道，他的聲音充滿了緊迫感。我們向你們提供這些禮物，象徵着我們對你們和平的尊重和渴望。接受他們，讓你的精神得到休息。祭壇周圍的光芒更加強烈，小隊感覺到一股能量波席捲了他們。空氣中充滿了有形的存在，他們可以感覺到安克塞納蒙的靈魂正在逼近。沙漠中回蕩着一陣輕柔而悲傷的哀號，與他們初次相遇時聽到的聲音相同。火把猛烈地閃爍，投下舞動的影子，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然後，他出現了。安克塞納蒙的靈魂在他們面前顯現，他的形體比以前更加清晰和明亮。他懸浮在祭壇上方，目光注視着祭品。隊員們屏住了呼吸，心臟齊齊狂跳。安克塞納蒙，喬納森說道，他的聲音因敬畏而顫抖。我們已經按照你的要求做了，請接受我們的奉獻並走到平安。女王的靈魂看着祭品，表情難以捉摸。她伸出手，半透明的手撫過每一件物品，仿佛在檢驗他們的真偽。團隊默默地等待着，他們的命運懸而未決。過了仿佛永恆的時間，安克塞納蒙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他看着喬納森，眼裏充滿了感激和一絲悲傷。謝謝你。
他低聲說道，他的聲音如同微風拂過他們的耳朵。你們的努力感動了我的心，我會接受你的奉獻。靈魂的光芒開始變得更加明亮，他的形體也變得更加空靈。祭壇上的祭品似乎閃閃發光，他們的本質與女王的靈魂融為一體。空氣變得溫暖起來，團隊裏彌漫着一種深深的平靜感。願你找到你所尋求的平靜，Ankh Senaman，喬納森說道，他的聲音充滿了崇敬。女王的靈魂點了點頭，她的身影緩緩消失在夜色之中，光芒褪去，火把又恢復了穩定的閃爍狀態。沙漠再次寂靜無聲，但平靜的感覺依然存在。團隊靜靜地站着，沉思着，他們的成就給他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他們安撫了安克塞納蒙的靈魂，緬懷他，並為他帶來了他長期以來所尋求的平靜。當他們返回營地時，喬納森感到一種深深的成就感。他們面對未知並取得了勝利，他們的努力是出於對過去的尊重和敬畏。公主的困擾結束了，但他們的發現之旅仍在繼續。第二天早上，團隊聚集在一起討論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氣氛變得輕鬆了。幾週來一直籠罩着他們的緊張氣氛，現在被一種友誼和成就感所取代。我們做到了，艾蜜莉說道，臉上綻開了笑容。我們真的做到了。莎拉點點頭，眼中閃爍着驕傲的光芒。感謝你們所有人，Ankh Senaman的精神得到了安寧。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時刻。大衛仍然對他在儀式期間拍攝的照片感到驚嘆。他補充道，這些圖像對於我們的記錄來說將是無價的。他們捕捉到了我們都感受到的能量和存在。喬納森環顧四周，心中充滿感激之情。這是團隊的努力。我們向安克塞納蒙和圖坦卡門致敬。我們了解了很多古代儀式的力量，以及我們必須向這些古老的精神表示尊重。團隊在接下來的幾天裏記錄了他們的發現，確保他們的經驗和所獲得的知識將為子孫後代保存。他們知道他們的工作將對考古學領域產生持久的影響，揭示過去的奧秘以及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強大聯繫。當他們收拾好營地準備離開帝王谷時，喬納森最後看了一下圖坦卡門的墳墓。他對古代法老王及其家人產生了一種深厚的聯繫，這是他們在共同的旅程中結下的紐帶。困擾已經結束，但他們學到的教訓將永遠伴隨他們。他們見證了愛的力量、古老詛咒的力量以及尊重過去的重要性。他們的旅程改變了他們，他們準備好繼續他們的探索，帶着新發現的知識和對古代世界的尊重。當他們離開帝王谷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從地平線升起。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才剛開始，還有許多秘密有待揭開，還有許多謎團有待解開。但他們已做好準備，目標一致，並受到對發現的共同熱情的推動。當他們回頭望着沐浴在旭日金色光芒下的圖坦卡門陵墓入口時，他們感到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他們安撫了靈魂，紀念了過去，並對考古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帝王谷也隱藏着更多秘密，喬納森和他的團隊決心揭開它們，揭露過去，並向先人留下的遺產致敬。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他們已準備好在所獲得的智慧和經驗的指導下，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第5章恐怖博物館第1部分。木乃伊的黑暗力量。圖坦卡門墓中的文物已被大張旗鼓地轉移到開羅的大埃及博物館。博物館是一個現代建築奇蹟，旨在收藏和保存埃及的古代寶藏，將整個翼樓獻給了年輕的法老王及其家人。該區域預計將吸引數百萬遊客，渴望近距離觀賞這些傳奇遺跡。當最後一批文物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他們的新家中時，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感到既歡慰又自豪。為了讓這些歷史片段重見天日，
他們經歷了如此多的苦難，現在他們終於可以放心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發現將被保存和欣賞。然而，勝利的感覺是短暫的。從木乃伊被搬進博物館的那一刻起，奇怪的事情就開始發生。最初，這些事件都很輕微，閃爍的燈光、突然的冷風以及被監視的令人不安的感覺。工作人員將這些事件歸因於建築物廣泛的電子系統或新結構的自然沉降。但隨着時間一天天過去，這種現象變得更加強烈和危險。這一切都是從孩子開始的。學校團體是新展覽的首批參觀者之一，許多年輕學生都被圖坦卡門女兒的木乃伊所吸引。這些木乃伊又小又脆弱，和他們的父親一起被放在玻璃櫃裏。孩子們對古埃及的故事着迷，緊貼着玻璃，臉上洋溢着好奇與驚奇。有一天，一位老師注意到一個名叫艾哈邁德的小男孩站在裝着小公主木乃伊的箱子前，呆呆地站在那裏。他的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老師叫他的名字，他沒有反應。當他碰觸他的肩膀時，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艾哈邁德被緊急送往醫院，醫生沒有發現他身體有問題。幾個小時後，他醒來，身體虛弱，皮膚冰冷。他不記得發生了什麼，只記得一種壓倒性的存在，一種黑暗似乎滲入了他的存在。隨着事件的消息傳開，更多的孩子開始報告奇怪的經歷。他們感覺好像木乃伊的目光追隨他們，聽到了古老語言的低語，看到了眼角閃過的影子。又有幾個孩子在參觀展覽後暈倒或生病，每個案例都和上一個一樣，令人困惑和震驚。喬納森一直參與博物館工作，以確保文物得到妥善保管。他對這些報導深感不安。他知道木乃伊不只是歷史文物，更是歷史文物。他們身上承載着古老的詛咒和強大而不安的靈魂。他與博物館館長納迪亞、哈桑博士和團隊其他成員召開了緊急會議。當他們聚集在俯瞰展覽的會議室時，氣氛很緊張。我們不能忽視正在發生的事情，喬納森說道，他的聲音陰鬱。這些事件太頻繁、太具體，不可能只是巧合。木乃伊正在施加某種影響，其中對孩子們的影響最大。哈桑博士是一位務實的女性，在該領域擁有多年的經驗。她緩緩地點點頭。我查看了安全錄影並與工作人員交談，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沒有合乎邏輯的解釋，但我不能否認擺在我們面前的證據。我們需要採取行動。艾米莉卡特 Emily Carter 在翻譯古代文本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她向前傾身。我們需要考慮公主們的靈魂並未安息的可能性。他們可能是對於安克塞納蒙和圖坦卡蒙的分離做出的反應，或者他們可能正在尋找我們尚未發現的東西。設備專家大衛福斯特補充說，我們需要保護展覽並進行徹底調查。如果存在超自然力量，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理解他們，如果可能的話，消除他們。團隊商定了一項行動計劃，他們將暫時不對公眾開放展覽，並設置監控設備以捕獲任何異常情況。他們還將諮詢古代詛咒和超自然現象的專家，希望找到一個既能保護文物又能保護博物館參觀者的解決方案。夜幕降臨，博物館裏的遊客都空了，只剩下團隊和少數保存人員。他們工作迅速，在展覽周圍安裝了攝影機、運動感測器和熱成像設備。他們還放置了敏感的音訊設備來捕捉可能發生的任何奇怪的聲音。當喬納森走過燈光昏暗的大廳時，他感到一陣寒意。玻璃櫃在人造光的照射下閃爍着詭異的光芒。木乃伊靜靜地躺在裡面，他們的臉被層層亞麻布和千年的歲月遮蓋。然而，他能感覺到一種存在，一種似乎從古老遺跡中散發出來的警覺意識。
隨着午夜過去，團隊聚集在控制室觀看攝影機的即時直播。有一段時間，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大廳裏很安靜，案件沒有受到干擾。隨後，展館內的溫度開始下降，熱像儀記錄到一股突然的、不自然的寒冷，以公主的木乃伊為中心。音響設備傳來微弱的低語聲，雖然模糊，但不可否認。喬納森向前傾身，眼睛盯着熒幕，看看熱讀數，就好像熱量正在從該區域被抽走。艾米莉臉色慘白，點點頭。聽聽那些低語，這不僅僅是環境噪音，有東西或者有人試圖溝通。大衛調整了音訊電瓶，試圖隔離聲音。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擴音器裏響起了一聲淒厲的哭聲，嚇壞了房間裏的每個人。這是什麼東西？哈桑博士驚呼道，他的眼神充滿了恐懼。在任何人回答之前，運動感應器觸發了警報。攝影機顯示一個模糊的人影穿過大廳，經過箱子。那身影似乎是由黑暗本身構成的，像煙霧一樣移動和流動。喬納森感覺到額頭上冒出了冷汗。那不是人類，他低聲說道。他是靈魂之一。身影朝着小公主的方向移動，身形變得更加清晰。他伸出手，手穿過玻璃，仿佛它不存在。裏面的木乃伊開始發出微弱的光芒，脈動的光芒每一秒都變得越來越強。我們需要做點什麼？大衛迫切地說。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裏看着。喬納森點點頭，腦子裏飛快運轉。我們需要進行一次收容儀式，一些可以阻止靈魂的東西，直到我們找到如何正確釋放它的方法。艾蜜莉很快就取回了他們帶來的一本古老咒語和咒語書。他翻住書頁，手指在顫抖。這裏，他指着一段話說：這應該可行。這是一種束縛咒語，旨在將靈魂限制在指定區域內。團隊匆匆趕往展覽，冰冷的空氣中清晰可見他們的呼吸。喬納森從艾蜜莉手中接過書，開始吟誦古老的歌詞。儘管內心深處充滿了恐懼，但他的聲音依然平穩。艾蜜莉和大衛也加入進來，他們的聲音融合成和諧的咒語。隨着他們的吟唱，那道黑影轉向了他們，雙眼閃爍着詭異的光芒。他發出一聲哀號，一種絕望和憤怒的聲音在大廳裏回盪。喬納森克服了恐懼，專注於話語。周圍的空氣似乎變得凝重起來，陰影也變得艱深了。人影前進，但隊伍卻繼續念咒，聲音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有力。木乃伊箱子周圍開始形成一道光障，閃爍着能量並脈動。身影猛地後退，遇到屏障，身形閃爍，繼續前進。喬納森喊道：我們快到了！那道身影發出了最後一聲痛苦的慘叫，然後就消失在了空氣中，只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寒意。屏障凝固了，將木乃伊包裹在一層保護性的光芒中。隊員們垂下了雙手，呼吸急促。他們成功地壓制住了靈魂，但他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找出他想要什麼。艾米麗聲音顫抖地說。我們不能永遠控制他。喬納森點點頭，同意。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些木乃伊的歷史，了解他們與詛咒的聯繫，並找到永久安撫他們的方法。團隊花了整個晚上的時間來審查錄影並分析他們收集到的數據。他們聯繫了古代詛咒和超自然現象的專家，希望收集更多資訊和見解。天亮時，他們終於休息了，雖然筋疲力盡，但意志堅定。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力量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但他們決心找到解決方案。博物館參觀者的安全以及古代文物的神聖性都取決於他。第二天，博物館仍然不對外開放。
哈桑博士發表公開聲明，解釋說他們正在進行重要研究，需要確保展品的安全。他向公眾保證他們很快就會重新開放，但私下裏，他知道他們正在與時間賽跑。喬納森和他的團隊繼續他們的研究，深入研究歷史記錄，諮詢專家，並分析前一天晚上的數據。他們發現了更多關於古埃及儀式和習俗的細節，尋找任何可以幫助他們了解黑暗力量在起作用的線索。隨着研究的深入，他們開始拼湊出一個理論：圖坦卡門女兒們的靈魂不僅焦躁不安，而且還焦躁不安。他們被一種強大的詛咒所束縛，這種詛咒是為了在來世保護他們而設置的。然而，詛咒因木乃伊的挖掘和隨後的分離而受到干擾。他們所目睹的黑暗力量是詛咒保護性質的體現，是對新環境感知到的威脅所做出的反應。這些神靈本質上並不惡意，但他們受到一種古老而不屈不撓的力量的驅使來保衛自己。為了打破詛咒並釋放靈魂，團隊意識到他們需要進行一項複雜的儀式。這不僅需要他們的知識和專業知識，而且還需要對他們正在處理的古老傳統的深深尊重。當他們準備儀式時，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着迄今為止最大的挑戰。木乃伊的黑暗力量非常強大，但他們決心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將紀念古代法老，保護生者，並希望為不安的靈魂帶來和平。儀式當晚，博物館裏熱鬧非凡。團隊架設了必要的設備，收集了所需的材料，並排練了咒語。他們知道沒有犯錯的餘地，儀式必須完美地進行。午夜臨近，他們聚集在展場裏，心中充滿了即將要做的事。他們各就各位，眼神交匯，眼神裏充滿了沉默的決心。喬納森開始念咒語，他的聲音平穩而威嚴。艾蜜莉和大衛也加入進來，他們的聲音和諧地唱着有力的聖歌。空氣中充滿了能量，溫度隨着儀式的進行而下降。木乃伊再次開始發光，保護屏障在他們周圍閃閃發光。團隊將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儀式上，他們的聲音也逐漸增強。木乃伊體內黑暗力量湧動，靈魂化為虛影。但這一次，他們並沒有前進，而是似乎在傾聽，被所說的古老話語所吸引。當儀式達到高潮時，喬納森舉起一把儀式匕首，刀刃上刻有古老的符號。在最後一聲有力的吟唱中，他將匕首插入地面，象徵着打破了詛咒。空氣中爆發出光與能量，陰影在耀眼的閃光中消散。木乃伊的光芒漸漸褪去，大廳只剩下一片寂靜。一行人靜靜地站着，呼吸急促。他們已經做到了，詛咒被打破，靈魂安息。哈桑醫生走進大廳，臉上既是歡慰又是敬畏。結束了嗎？他問道，他的聲音幾乎低於耳語。喬納森點點頭。是的，結束了。現在靈魂已經平靜了。隊員們擁抱在一起，心裏充滿了成就感和解脫感。他們面對黑暗並取得了勝利，尊重古老的傳統並保護生者。當他們離開展場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衝破地平線，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們彌合了過去和現在的鴻溝，為古老的靈魂帶來了和平，並確保了博物館參觀者的安全。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他們團結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繼續揭開過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遺產。第5章：恐怖博物館。第2部分：致命遭遇。大埃及博物館已成為歷史愛好者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的燈塔。然而，圍繞着新揭幕的圖坦卡門展覽的興奮卻被奇怪事件和無法解釋的事件的傳言所玷污。隨着木乃伊的黑暗力量開始更加激進地顯現，
最初的不安很快就被徹底的恐懼所取代，導致了致命的遭遇，給所有目擊者留下了持久的印記。第一次致命遭遇發生在一個安靜的星期二下午，一群來自當地學校的孩子來參觀博物館，大廳裏充滿了他們的歡笑聲和閒聊聲，其中包括雷拉。她是個聰明、充滿好奇心的8歲女孩，對古埃及有着濃厚的興趣。她對圖坦卡門女兒們的木乃伊特別着迷，他們小巧精緻的造型與他們父親的宏偉文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孩子們聚集在玻璃櫃周圍時，雷拉感覺到一股奇怪的力量吸引着小公主的木乃伊。她無視導遊的指示，將手按在玻璃上，呼吸在玻璃上凝結成霧。她的朋友樂樂笑着加入了她，他們的臉靠近顯示器。突然，萊拉感覺到一股尖銳的冰冷感覺從她的手上傳到手臂上，她喘着氣，試圖掙脫，但她的手似乎黏在玻璃上。當她看到木乃伊的眼睛發出微弱的光芒時，她驚恐地睜大了眼睛。亞麻布的包裹在移動，仿佛古老的公主正在從永恆的沉睡中醒來。她的尖叫聲劃破空氣，引起了導遊和其他孩子的注意。他們衝到了她的身邊，但當他們試圖將她拉開時，他們也感覺到了寒冷從四肢蔓延開來。向導掙脫了束縛，抓住了萊拉，用盡全力將她從箱子裏拉了出來。萊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皮膚冰冷蒼白。其他孩子害怕地後退，他們的目光在雷拉和現在靜止不動的木乃伊之間來回掃視。導遊迅速呼救，雷拉被送往醫院。她在醫院昏迷了幾天。事件的消息很快傳開，博物館工作人員也越來越驚慌。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知道木乃伊的力量正在升級，但他們沒有預料到如此直接和致命的表現。他們加緊研究，希望在更多生命面臨危險之前找到壓制黑暗勢力的方法。儘管他們做出了努力，鬧鬼事件仍在繼續，而且變得更加暴力和不可預測。一天晚上，值班的保全艾哈邁德阿麥正在巡邏，突然聽到圖坦卡門展覽中傳來一陣輕柔而優美的嗡嗡聲。出於好奇，他順着聲音看去，這聲音似乎是從木乃伊的箱子裏發出的。當他靠近時，嗡嗡聲變得更大、更持續。艾哈邁德感到一種奇怪的衝動，想要靠近。他的思緒被催眠的旋律所籠罩。他伸手去觸碰玻璃，手指在顫抖。當他的手接觸到的那一刻，嗡嗡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空氣變得寒冷，艾哈邁德感到胸口即刻，呼吸困難。他想掙脫，但手卻被卡住了，仿佛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將他固定在原地。年長公主的木乃伊開始發光，她的亞麻包裹物稍微散開，露出一隻乾燥的手向他伸出。艾哈邁德驚恐地睜大眼睛，但他無法動彈，也無法尖叫。木乃伊的手穿過玻璃，骷髏手指握住了他的手腕。一陣劇痛傳遍了艾哈邁德的全身，他感覺自己的生命力正在被抽乾。他的視線變得模糊，黑暗侵蝕了他的視線邊緣。他試圖對抗他，但寒冷太強烈了，削弱了他的力量和意志。當早班到來時，他們發現艾哈邁德毫無生氣地躺在地板上，他的皮膚乾癟，睜大眼睛，發出最後的無聲尖叫。這一幕震驚了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關於致命詛咒的謠言開始像野火一樣傳播。里弗斯博士知道他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木乃伊不只是文物，更是文物。它們是一股強大而危險的力量的通道，而這種力量與日俱增。他呼籲與納迪亞、哈桑博士及其團隊其他成員召開緊急會議，制定一項計劃來保護博物館及其遊客。我們不能再把這件事保密了，哈桑博士說，他的臉上寫滿了擔憂。需要通知公眾，我們需要關閉展覽，直到我們能夠消除威脅。
喬納森點點頭，同意。我們需要控制木乃伊並進行更徹底的調查，這超出了我們對咒語的最初理解。它正在不斷發展，我們需要調整我們的方法。團隊決定封鎖展覽並加強安全措施。他們請來了研究古代詛咒和超自然現象的專家，希望能找到解決辦法。博物館宣布關閉，並敦促公眾遠離博物館，直至另行通知。儘管採取了加強的預防措施，木乃伊的黑暗力量仍繼續造成嚴重破壞。一天晚上，一群好奇的青少年潛入博物館，希望為他們的社群媒體帳號捕捉到鬧鬼的畫面。他們帶着手電筒和相機，走向封閉的展覽。他們的笑聲在空蕩蕩的大廳迴盪。當他們走近木乃伊箱子時，溫度下降了，手電筒也開始閃爍。他們沒有被嚇到，開始拍攝，興奮地低聲談論住病毒式明星的潛力。頓時，空氣中彌漫着一股濃厚的恐怖氣息。玻璃櫃上起了霧，木乃伊身上開始散發出微弱的幽靈般的光芒。少年們感受到了難以言喻的恐懼，但卻無法移開視線。年長公主的木乃伊開始動了，亞麻布包裹着沙沙作響，彷彿微風吹過密封的箱子。其中一名名叫山姆的男孩走近了一些，他的相機聚焦在這詭異的景象上。毫無預警地，木乃伊的眼睛突然睜開，閃爍着神秘的光芒。玻璃碎裂了，一陣強風將薩姆吹倒在地。其他青少年尖叫着逃跑，但展覽的門砰地關上，把他們困在裡面。山姆試圖爬開，但木乃伊的手伸出來，骨頭般的手指纏住了他的腳踝。他感到一陣寒冷、灼熱般的刺痛，他的尖叫聲在大廳迴響。其他青少年驚恐地看着薩姆的身體抽搐，他的生命力在他們眼前消失。當安全小組最終破門而入時，他們發現薩姆已經毫無生氣，其他青少年則蜷縮在角落裡，飽受創傷，哭泣着。博物館工作人員知道他們正在處理的事情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控制範圍。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加倍努力，諮詢了每一位專家並探索了每一種可能的途徑。他們知道木乃伊的黑暗力量越來越強，時間已經不多了。一天晚上，當他們研讀古代文獻並諮詢精神導師時，他們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拜訪。一位身穿傳統埃及長袍的老人介紹自己為謝克阿卜杜勒拉克曼，一位著名的精神治療師和古代咒語學者。我聽說了你的困境，謝克阿卜杜勒說道，他的聲音平靜而穩定。你所面對的靈魂不僅受到了詛咒，而且還受到了詛咒。他們被強大而古老的魔法所束縛。要打破這個詛咒，你必須了解它的起源，並進行一個意義重大的儀式。里弗斯博士專注地聆聽謝克阿卜杜勒解釋詛咒的歷史和性質。這些木乃伊不僅是保護咒語的受害者，也是保護咒語的受害者。他們是守護者，負責保衛他們的安息之地，並對那些擾亂安息之地的人進行報復。為了安撫這些靈魂，你必須向他們表示尊重和榮譽。謝克阿卜杜勒繼續說道，你必須讓他們與家人團聚，並舉行儀式，將他們的靈魂從塵世的束縛中釋放出來。只有這樣，黑暗力量才會被平息，困擾才會停止。在謝克阿卜杜勒的指導下，團隊為儀式做準備。他們收集了必要的材料，研究了咒語，知道這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博物館仍然關閉，公眾焦急地等待消息。儀式當晚，團隊在展場集合，心中充滿期待。謝克阿卜杜勒帶領他們完成了準備工作，他的出現在緊張氣氛中起到了鎮靜作用。午夜臨近時，他們開始舉行儀式，吟誦古老的話語並向神靈獻祭。空氣中充滿了能量，溫度下降，木乃伊的盒子開始發光。那些神靈再次顯現，
他們的身影變得朦朧而模糊。但這一次，他們沒有攻擊，而是似乎在傾聽，被儀式的力量所吸引。小隊繼續念咒，聲音越來越大，也越來越自信。一道光幕在木乃伊周圍形成，閃爍着能量。鬼魂靠近了，眼中充滿了憤怒和悲傷。喬納森向前走去，手裏拿着一把刻有古老符號的儀式匕首。用這把匕首，我們就能打破束縛你的束縛。他聲音平穩地說：我們向你致敬，並讓你擺脫塵世的束縛。平平安安地走吧，願你們的靈魂得到安息。隨着最後一聲有力的吟唱，他將匕首插入了地面。空氣中爆發出光與能量，陰影在耀眼的閃光中消散。木乃伊的光芒漸漸褪去，大廳只剩下一片寂靜。一行人靜靜地站着，呼吸急促。他們已經做到了。詛咒被打破，靈魂安息。當他們離開時，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衝破地平線時，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們彌合了過去和現在的鴻溝，為古老的靈魂帶來了和平，並確保了博物館參觀者的安全。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他們團結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繼續揭開過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遺產。第5章恐怖博物館第3部詛咒蔓延。大埃及博物館已經對公眾關閉1個多月了，但圖坦卡門木乃伊的詛咒並沒有減弱的跡象。儘管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做出了英勇的努力，邪的力量似乎越來越強大，其影響力超出了博物館的範圍，進入了周邊城市。開羅的街道上開始回響着古老復仇的低語，這座曾經繁華的大都市被一種日益增長的恐懼所籠罩。它始於微妙的變化，即使在埃及炎熱的夏季，博物館周圍的氣溫也大幅下降。居民報告說，他們在晚上聽到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語聲，這些聲音用一種早已被遺忘的語言說話。寵物和流浪動物避開了該地區，他們的本能感覺到了人類尚未理解的危險。一天晚上，一小群年輕的考古學家渴望揭開詛咒的秘密，決定冒險進入密封的博物館。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記錄超自然事件，他們可能會找到一種方法來理解並最終消除詛咒。他們帶着高科技設備，在好奇心和懷疑的驅使下，透過一扇隱藏的服務門進入了博物館。當他們穿過黑暗的大廳時，空氣中彌漫着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們的手電筒閃爍，在古老的文物上投射出長長的、舞動的影子。越深入，被監視的感覺就越強烈。其中一位考古學家是一位名叫薩拉的年輕女子，她開始感覺到一股冰冷的寒氣順着她的脊椎流下來，彷彿無形的手指正在拂過她的皮膚。在安放着圖坦卡門女兒木乃伊的展廳裏，空氣更加寒冷。這群人架起了設備，準備捕捉任何超自然現象的跡象。當他們工作時，木乃伊的箱子裏開始散發出柔和、幽靈般的光芒。考古學家們緊張地交換了眼神，他們最初的虛張聲勢在明顯的緊張氣氛中逐漸消失。突然，玻璃櫃開始震動，空氣中彌漫着低沉哀嚎的聲音。考古學家們僵住了，他們的眼神裏充滿了恐懼。木乃伊的亞麻包裹開始散開，年輕公主的幽靈般的身影出現，他們的眼睛閃爍着超凡的光芒。靈魂飄向入侵者，他們的表情混合住悲傷和憤怒。當靈魂伸出手來，薩拉的尖叫聲在大廳迴響，他們的手穿過他的身體。他感到一陣劇痛，彷彿靈魂都在撕裂。其他人試圖將他拉開，但靈魂的爪握力太強了。隨着最後一聲絕望的哭泣，薩拉倒在了地板上，毫無生氣。剩下的考古學家逃離了博物館，他們的設備在匆忙中被遺棄，
恐慌隨之而來。他們氣喘吁籲，驚恐地衝上街道，傳播他們所目睹的一切。隨着薩拉死亡的消息和日益嚴重的詛咒像野火一樣蔓延，這座城市的恐懼變成了徹底的歇斯底里。接下來的幾天發生了一系列越來越離奇和致命的事件。在附近的一棟公寓大樓裏，一位名叫法蒂瑪的老婦人在半夜被客廳拖着腳步的聲音吵醒。她以為是竊賊，於是找起手電筒，小心翼翼地朝着聲音傳來的地方走去。當她進入房間時，她看到了一個幽靈般的身影，她的眼睛閃爍着與木乃伊一樣的神秘光芒。當那個人影向她撲來時，法蒂瑪的尖叫聲戛然而止，冰冷的觸感將她凍結在原地。第二天早上，她的鄰居發現了她，她的身體冰冷，毫無生氣，臉上籠罩着恐懼。類似的事件在全城不斷發生，一次比一次恐怖。人們報告說看到古埃及人的靈魂在街上徘徊，他們悲傷的哀號充滿了夜晚的空氣。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束手無策，他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來壓制詛咒，但很明顯，他們面對的力量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絕望驅使他們向一個不太可能的來源尋求幫助，一位名叫萊拉哈桑的著名靈媒，他以與精神世界溝通的能力而聞名。萊拉帶着平靜自信的神情來到了博物館，他的出現成為混亂中希望的燈塔。他在展場裏舉行降神會，希望能接觸神靈並了解他們的動機。隨着他的彷彿，房間裏的溫度驟降，木乃伊的鬼影再次出現。透過萊拉，靈魂訴說着他們的痛苦和對和平的渴望。他們透露，他們的不安源自於安息地受到干擾以及與家人的分離。詛咒是一種絕望的保護行為，但在古代公主揮之不去的悲傷和憤怒的推動下，她有了自己的生命。雷拉了解他們的困境，傳達了團隊的意圖，即讓木乃伊團聚並尊重他們的遺產。神情似乎平靜下來，光芒微微黯淡。這是一次小小的勝利，但他為喬納森和他的團隊帶來了新的目標感。他們立即開始工作，準備將木乃伊轉移到一座新建的神聖的墳墓。該墳墓旨在紀念圖坦卡門及其家人。這個過程充滿了危險，因為詛咒的影響仍然存在。但團隊堅持不懈，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結束噩夢的唯一機會。當木乃伊被小心翼翼地運送到新的安息地時，整座城市都屏住了呼吸。街上出奇的寂靜，平日的喧囂被令人不安的寂靜所取代。最後，木乃伊被安葬在新墳墓中，並舉行了一個強大的儀式來封印詛咒，為不安的靈魂帶來安寧。接下來的日子裏，氣溫恢復正常，陰森的低語聲也漸漸消失。圖坦卡門女兒們的靈魂終於得到了平靜，他們的悲慘故事深刻地提醒人們愛的力量以及擾亂過去的後果。大埃及博物館重新開放，人們對館藏的古代文物重新產生了崇敬之情。迎接遊客的是一塊牌匾，上面講述了木乃伊和詛咒的故事，這是圖坦卡門及其家族不朽遺產的證明。開羅市慢慢恢復正常，但致命遭遇和蔓延的詛咒的記憶將在未來幾年裏縈繞在居民的腦海中。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繼續他們的工作，現在對他們研究的古代精神有了更深的尊重。他們知道過去蘊藏着許多秘密，歷史與超自然現象之間的界線往往比他們想象的還要細。第6章：逃亡與最後的對峙。第1部：孤注一擲。當喬納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團隊擠在他們在館長辦公室設立的臨時指揮中心時，太陽已經落入地平線以下，給大埃及博物館投下了陰影。過去的幾週是一場痛苦的磨難，充滿了無情的困擾、莫名其妙的現象，以及迫在眉睫的詛咒威脅。它的黑暗卷須已蔓延到整個城市。夜幕降臨，
房間裏陷入了壓抑的寂靜，只有設備偶爾發出的嗡嗡聲打破了這一切。喬納森用手梳理着凌亂的頭髮，臉上寫滿了疲憊和決心。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他說，聲音因缺乏睡眠而沙。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一切嘗試都只會更加激怒人們的情緒。萊拉哈桑，這位曾在與古代神靈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通靈者，鄭重地點點頭。圖坦卡蒙家族的靈魂被強大的魔法所束縛，為了打破詛咒，我們需要了解它的起源並找到扭轉它的方法。博物館的高級埃及古物學家馬哈茂德教授正在翻閱一堆他們已經研究了好幾天的古代文獻和卷軸。一定是我們漏掉了一些東西，他的孤島，一些線索，一些儀式可以安撫靈魂並結束這場噩夢。隨着研究小組的深入研究，雷拉閉上眼睛開始冥想，希望能得到精神世界的指引。房間裏的空氣越來越冷，寂靜中隱約傳來一陣竊竊私語聲。萊拉的眼睛猛地睜開，目光專注而專注。我看到了幻象，他說道，聲音中帶着一絲急迫。只有透過重新團聚圖坦卡門家族的木乃伊，並進行一場早已失傳的神聖儀式，才能打破這個詛咒。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找回一件被稱為馬特安卡的古代神器，它掌握着解脫的鑰匙。扭轉詛咒。喬納森皺起眉頭，全神貫注。馬特的安卡，我讀過它。據說它是一個強大的護身符，體現了平衡和正義。但它已經失蹤了幾個世紀了。馬哈茂德教授向前傾身，眼睛閃爍着興奮的光芒。舊檔案中提到了安卡，根據傳說，它被隱藏在帝王谷的一個秘密房間裏，只有當時最值得信賴的祭司才知道這個地方。決心一勞永逸地結束詛咒，團隊迅速制定了計劃。他們將前往帝王谷，在古代文獻和萊拉的通靈能力的指導下，尋找隱藏的密室。旅程充滿危險，但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第二天早上，喬納森、萊拉、馬哈茂德教授以及一群經過挑選的考古學家和安全人員出發前往帝王谷。沙漠景觀在他們面前展開，鮮明地提醒人們時間的流逝和古埃及的不朽遺產。當接近山谷時，隊員們感受到歷史的厚重壓在他們身上，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以古代文獻為指導，團隊在山谷中迷宮般的通道和隱藏的房間中穿梭。他們一絲不苟地尋找線索，從幾個小時變成了幾天。儘管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但他們的決心堅定不移。悶熱的天氣、險惡的地形以及始終存在的被監視的感覺給他們帶來了損失，但他們在使命的緊迫性的驅使下繼續前進。第三天，雷拉的心靈感應引導他們來到山谷的一個僻靜區域，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個被幾個世紀的沙子和岩石遮蔽的隱藏入口。當他們清理入口時，空氣中充滿了期待的感覺。就是這樣，那間隱藏的密室掌握着打破詛咒的鑰匙。房間裏黑暗而發微，充滿了古老儀式的殘餘和早已被遺忘的祈禱的回響。房間中央立着一個石座，上面安放着馬特的安卡護身符，閃爍着超凡脫俗的光芒，其複雜的雕刻和符號散發着力量和古老的智慧。當喬納森小心翼翼地將十字章從安置處抬起時，一聲低沉的隆隆聲在房間裏回盪，牆壁似乎充滿了能量，空氣因看不見的力量而變得濃厚。團隊知道他們沒有太多空閒時間，他們很快就返回地面，安全地擁有了馬特的安卡。返回大埃及博物館後，團隊準備最後的儀式。他們聚集了圖坦卡門家族的木乃伊，將他們放在展覽廳的一個神聖的圓圈中。萊拉手裏拿着馬特的安卡，站在中央，準備執行結束詛咒的儀式。隨着儀式的開始，房間裏變得寒冷起來，遠古神靈的鬼影再次出現。
他們的眼睛閃爍着希望和悲傷的光芒，看着萊拉背誦着古老的咒語並召喚了安卡的力量。空氣中充滿了能量，木乃伊開始散發出空靈的光芒。喬納森和其他人敬畏地看着圖坦卡門家族的靈魂被安卡吸引，他們的形體融合成一束光芒四射的光束。詛咒的壓迫感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平靜與安寧的感覺。儀式達到了高潮，隨着最後一道光芒的爆發，靈魂消失了，他們漫長的旅程終於結束了。木乃伊靜靜地躺着，他們的靈魂擺脫了詛咒的束縛。馬亞特的安卡，他的目的實現了，變暗並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隊員們齊齊鬆了一口氣，他們的磨難終於結束了。他們面臨着難以想象的恐怖，並揭開了古老的秘密，但他們最終取得了勝利。圖坦卡門的詛咒被打破，他家人的靈魂得到了安寧。當他們走出展廳，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衝破地平線時，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們彌合了過去和現在的鴻溝，為古老的靈魂帶來了和平，並確保了博物館參觀者的安全。他們的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他們團結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繼續揭開過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遺產。第6章：逃脫和最後的對抗。第2部分：對抗木乃伊。大埃及博物館看起來從未如此不祥，陰影在月光下舞動，給人一種原本沒有活動的錯覺。空氣中彌漫着一種近乎明顯的恐懼感。喬納森里弗斯博士、萊拉哈桑、馬哈茂德教授和他們團隊的其他成員站在展廳入口處，呼吸急促，神經繃緊。在裡面，圖坦卡門家族的木乃伊以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優雅擺放着，他們古老的包裹物仍然保留着死者的形狀。這些木乃伊是詛咒的根源，而困擾他們的困擾已經將團隊逼到了瘋狂的邊緣。現在是時候直接面對他們恐懼的根源了。我們準備好了嗎？喬納森問道，聲音平穩但低沉。他掃視了團隊中的每一個成員，尋找任何猶疑的跡象。沒有人表現出任何表面上的恐懼，但他們眼中的緊張是顯而易見的。萊拉緊緊抓住馬亞特的十字章，指節發白。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他說。靈魂與這些軀體綁在一起，我們必須進行儀式，讓他們的靈魂重新團聚，結束詛咒。一行人齊心協力前行，腳步聲在空曠的大廳迴響。他們圍着木乃伊圍成一圈，每個人都以一種與情況的嚴重性相稱的莊嚴態度站好自己的位置。萊拉站在中央，馬亞特的安卡高舉，開始念咒語。馬哈茂德教授指示道，他的聲音幾乎只是耳語。萊拉閉上眼睛，開始用一種古老的語言吟誦，其話語似乎與博物館的石頭產生了共鳴。當他說話時，周圍的空氣變得更加寒冷，大廳裏充滿了低沉的嗡嗡聲，仿佛現實的結構正在被他話語的力量所改變。木乃伊開始騷動，起初這只是一個輕微的動作，手指的抽動，肢體的移動，但隨後他們一一站了起來，眼睛閃爍着不自然的光芒。當木乃伊站着時，團隊驚恐又着迷地看着他們的身體被一種古老而惡毒的力量所驅動。繼續念誦，喬納森催促道，他的聲音因努力保持冷靜而顫抖。當萊拉將馬亞特的十字章高高舉過頭頂時，他的聲音變得更大、更堅持。這件神器發出耀眼的光芒，在房間裏投下長長的影子。木乃伊向後退去，動作變得更加不穩定和瘋狂。空氣中充滿了刺耳的超凡哀嚎聲，那是遠古神靈痛苦而憤怒的呼喊聲。氣溫持續下降，隊員們可以看到空氣中呼吸的霧氣。突然，一具木乃伊撲向雷拉，腐爛的雙手伸出來抓住他。
喬納森向前一躍，揮舞着他之前準備好的臨時火把。他向木乃伊揮舞，火焰導致木乃伊後退。我們必須擋住他們。他喊道。萊拉需要更多時間。小隊在雷拉周圍形成了一個防禦圈，使用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工具來抵抗前進的木乃伊。馬哈茂德教授揮舞着一根古老的法杖，上面的象形文字發出微弱的光芒，仿佛在回應威脅。其他團隊成員使用火把、鏟子，甚至破碎的文物碎片來阻止木乃伊。萊拉的歌聲變得更大聲，他的聲音成為混亂中強大的燈塔。馬亞特的十字章充滿了能量，它的光芒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明亮。木乃伊痛苦地嚎叫着，隨着儀式的力量開始生效，他們的形體開始閃爍。其中一具木乃伊比其他木乃伊更大更氣勢，衝破了防線。他以與其古老外表不符的速度接近喬納森。喬納森躲開，用盡全身力氣揮舞火把。火焰抓住了木乃伊的包裹物，木乃伊突然燃燒起來，在痛苦中翻滾，然後倒塌成一堆陰燃的東西。我們快到了！萊拉哭了，他的聲音充滿了絕望和希望。再長一點！木乃伊毫不留情，隨着儀式接近高潮，他們的攻擊也變得更加瘋狂。球隊奮力拼搏，但壓力也開始顯現。他們的皮膚上有割傷和瘀傷，他們的動作因疲憊而減慢。最後，隨着最後一聲勝利的呼喊，萊拉完成了咒語。馬亞特的十字章閃耀着耀眼的光芒，一股能量衝擊波從中爆發出來，席捲整個大廳。木乃伊被拋了回來，他們的身體在陽光的照耀下崩潰成毫無生氣的一堆，嚎叫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寂靜，咒語的壓迫感解除了，空氣變得溫暖起來。隊員們都驚呆了，安靜地站着，呼吸急促。一切都結束了，萊拉低聲說道，放下了馬亞特的安卡。他腳步搖晃，喬納森衝過去扶住他。你做到了，他說道，聲音充滿了敬畏和寬慰。你打破了詛咒。萊拉虛弱地點點頭，他的力氣幾乎耗盡。現在靈魂安息了，他們終於可以休息了。團隊聚集在周圍，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寬慰和難以置信。他們面對了難以想象的事情並取得了勝利。木乃伊一動也不動地躺着，他們的威脅終於消失了。當第一道曙光開始透過展廳的窗戶照射進來時，團隊走出展廳，腳步沉重，疲憊不堪，但內心卻因知道自己已經成功而感到輕鬆。圖坦卡門的詛咒被打破，他家人的靈魂獲得了自由。喬納森回頭看了一眼博物館，他的正面沐浴在初升太陽的溫暖光芒中。這是新的一天，新的開始。古代法老的遺產將繼續激勵和敬畏，但不再困擾。這場磨難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紐帶，一種共同的恐懼和勝利的紐帶。他們面對過去的黑暗，走向光明。他們的精神未曾破碎。他們將一起繼續探索歷史的奧秘，並對古代世界的力量和危險產生新的尊重。第6章：逃脫與最終對抗。第3部分：犧牲與勝利。大埃及博物館雖然現在很安靜，但似乎屏住了呼吸，期待着鬥爭的最後時刻。這支隊伍疲憊不堪，站在倒下的木乃伊中間，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達到了極限。這場戰鬥漫長而艱苦，雖然他們暫時制服了被詛咒的木乃伊，但詛咒的邪惡能量仍然揮之不去，有可能重新喚醒他們剛剛面臨的恐怖。喬納森里弗斯博士、萊拉哈桑、馬哈茂德教授和其他人聚集在安放着圖坦卡門家族木乃伊的中央展覽周圍，空氣中彌漫着一種即將到來的結局的感覺。馬亞特的安卡在萊拉的手中仍然發出微弱的光芒，但他的力量正在減弱，
他們都知道需要一個更永久的解決方案來確保詛咒真正被打破。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封印詛咒，喬納森說道，他的聲音堅定，儘管臉上寫滿了疲憊。僅靠儀式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確保靈魂找到永恆的平靜。馬哈茂德教授點頭同意，臉色蒼白但堅定。有一篇古老的文獻談到了最後的犧牲，他將靈魂與來世聯繫在一起並阻止他們回來。這很危險，但他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希望。萊拉抬起頭，他的眼神流露出決心和恐懼。這意味着什麼？他輕聲問。馬哈茂德解釋說，文本講述了自願獻出生命來彌合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差距，一種引導生者能量、引導靈魂安息的祭祀。隨着他話語的分量逐漸深入，眾人陷入一片沉靜。我會這麼做的，萊拉說道。儘管他的雙手在顫抖，但他的聲音卻很平靜。我從一開始就與這個詛咒息息相關。我能看到他到底是再合適不過了。不，喬納森堅定地說，向前邁了一步。應該是我是這個團隊的領導者，這是我的責任。喬納森，萊拉輕聲說道，你有很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你有家人在等你回家。讓我來做吧。我畢生致力於研究這些古老的文獻，我知道其中的風險，並且我已經準備好面對他們了。隊員們在一旁觀看，臉上寫滿了悲傷和對雷拉勇敢的欽佩。喬納森為這個決定而掙扎，一想到要失去一位重要的同事和朋友，他的心情就變得沉重。你確定嗎？他最後問道，他的聲音略高於耳語。萊拉點點頭，唇邊掛着一絲悲傷的微笑。是的，這是我的選擇，這就是我能夠做出改變的方式。馬哈茂德教授向前走去，他的眼睛閃爍着未曾流下的眼淚。謝謝你，雷拉，你的犧牲不會白費。我們將確保詛咒解除，讓靈魂得到安寧。深吸一口氣，雷拉將自己置於展覽的中央。馬亞特的安卡牢牢地握在他的手中，團隊的其他成員圍着他圍成一圈，他們的手團結在一起。馬哈茂德教授開始吟誦，他的聲音與文字的古老力量產生共鳴。萊拉閉上眼睛，專注於安卡的能量，感受他的溫暖傳遍他的身體。他也開始吟唱，他的聲音與馬哈茂德的聲音融為一體。奏響了充滿大廳的和諧交響曲。隨着儀式的進行，一道柔和空靈的光芒籠罩着萊拉。隨着時間的推移，光芒變得越來越明亮，空氣中充滿了能量，房間似乎在閃爍，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當萊拉將自己的生命力注入安卡時，他的聲音變得更強，更有自信。木乃伊再次開始騷動。不過這一次，他們的動作並不劇烈，相反，他們似乎被光所吸引，他們的形態溶解成閃閃發光的粒子，在雷拉周圍旋轉。房間裏的能量增強了，小隊能夠感覺到詛咒之力被吸入了十字章之中。萊拉的身體開始散發出超凡脫俗的光芒，隨着能量的消耗，他的身體變得半透明。隨着最後一聲強烈的吟唱，萊拉釋放了安卡的能量，在大廳發出了衝擊波。木乃伊的形體完全瓦解，他們的靈魂也從詛咒的控制中釋放出來。包裹着萊拉的光芒變得耀眼明亮，隨着最後一道光芒的爆發，它消散了，留下了詭異的寂靜。團隊成員震驚地沉默着，他們因失去朋友和同事而心情沉重。詛咒的壓迫感已經解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刻的平靜感。空氣溫暖而安靜，博物館恢復了往常的安靜。喬納森向前走去，眼睛盯着萊拉剛才站的地方。他做到了，他低聲說道，聲音裏充滿了敬畏和悲傷。他拯救了我們所有人。馬哈茂德教授將一隻手放在喬納森的肩膀上，表情陰沉。
他的犧牲將被銘記。他確保圖坦卡蒙家族的靈魂能夠找到永恆的安寧。隊伍緩緩走出展廳，腳步沉重，充滿疲憊和悲傷。當他們離開博物館時，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開始衝破地平線，在古老的石頭上投射出溫暖的光芒。喬納森回頭看了一眼博物館，心中充滿了悲傷與感激。萊拉的犧牲沒有白費，詛咒被打破，靈魂獲得了自由。他們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隊伍聚集在外面，冉冉升起的太陽在他們身後投下長長的影子。他們面臨着難以想象的恐怖，並取得了勝利。他們的紐帶是在共同的磨難中結下的。他們將銘記萊拉的犧牲，提醒人們勇氣和無私的力量。當他們站在黎明的曙光中時，喬納森知道他們的工作還遠遠沒有結束，仍有謎團有待揭開，有歷史有待探索，還有古老的詛咒有待尊重。但現在，他們贏得了片刻的平靜，片刻的紀念他們失去的朋友和他們所取得的勝利。他們將共同繼續紀念過去的遺產，並發揚他們所學到的教訓。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使他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的犧牲。第7章決議與後果。第1部分團聚與和平。清晨的陽光燦爛地照在開羅上空，為這座繁華的城市鍍上一層金色的色彩。大埃及博物館是該國豐富歷史的紀念碑，但今天它也證明了那些面對困擾該國的古老詛咒的人們的勇氣和犧牲。當考古學家和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準備旅程的最後一步時，空氣中充滿了平靜和終結的感覺。喬納森里弗斯博士現在承受着勝利和失敗的重擔，帶路穿過博物館的宏偉大廳。獻給圖坦卡門及其家人的展覽經過精心修復，每件文物都經過精心擺放，以紀念法老的遺產。圖坦卡門、安克塞納蒙和他們的2個孩子的木乃伊躺在各自的石棺裡，終於安息了。當喬納森走近展覽時，他停了下來，花了一點時間思考將他們帶到這裡的旅程。與詛咒的戰鬥是痛苦的，充滿了恐懼和絕望的時刻，但最終他們取得了勝利，古老家族的精神也得到了安寧。馬哈茂德教授加入了喬納森的行列，他的表情是一種安靜的沉思。結束了，他輕聲說：詛咒解除，靈魂安息。喬納森點點頭，目光落在木乃伊平靜的臉上。謝謝萊拉，他回答道，聲音裡帶着悲傷。他為確保這種和平做出了最終的犧牲。雷拉最後時刻的記憶仍然沉重地困擾着團隊。他的勇敢和無私是打破詛咒的關鍵，而他的損失則是一個需要時間才能治癒的傷口。但當他們站在古老的遺跡前時，他們知道他的犧牲並沒有白費。團隊的其他成員也加入了他們，圍繞着展覽圍成一圈。每個成員都在身體和情感上都承受着磨難的傷痕，但他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團結在一起。他們一起面對過去的黑暗並取得了勝利。馬哈茂德教授開始背誦祈禱文，聲音平穩虔誠。這是為死者祈禱，祈求他們的靈魂在來世找到安寧。隊員們低下頭，心中充滿了悲傷和感激。祈禱結束後，房間裡陷入了深深的寂靜。沉默中充滿了對古代神靈和萊拉的尊重，是他的犧牲讓這一刻成為可能。空氣似乎變得更加輕盈，仿佛空氣中的詛咒揮之不去的惡意都被淨化了。喬納森走上前，在圖坦卡門的石棺腳下放置了一尊雕刻精美的真理與平衡女神瑪阿特的小雕像，這是他們恢復平衡的象徵，是對引導他們的古老智慧的致敬。願你們在來世找到平安。喬納森對法老和他的家人輕聲說道：你的遺產將受到尊重，你的故事將被銘記。一行人靜靜地站着，各自陷入沉思。
他們直面超自然現象、歷史的厚重和古老詛咒的力量。透過這一切，他們發現了自己決心的力量和牢不可破的友誼。當他們轉身離開展覽時，一種封閉的感覺籠罩着他們。這座博物館曾經是一個令人難忘和恐怖的地方，現在是一個歷史和紀念的聖地。圖坦卡門家族的靈魂已經團聚，他們的靈魂現在可以安息了。外面，開羅市充滿了熙熙攘攘的生活，日常的商業和談話與博物館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團隊出現在陽光下，在明亮的光線下眨眨眼睛。他們經歷了難以想象的磨難，但最終他們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團結。馬哈茂德教授將一隻手放在喬納森的肩膀上，這是一種友誼和相互尊重的姿態。我們做到了，他簡單地說。喬納森點點頭，嘴角浮現一絲微笑。是的，我們做到了。現在我們繼續前進，尊重過去並保護其遺產。當他們穿越這座城市時，團隊的每個成員都感受到了一種新生的感覺。他們面對黑暗，走向光明。他們的精神因勝利而振奮，並且知道自己已經做出了改變。對喬納森來說，這是一趟意義深遠的旅程。在好奇心和揭開過去的渴望的驅使下，他開始擔任考古探險隊的領隊。但他已成為歷史的守護者，意識到發現與尊重古代世界之間的微妙平衡。萊拉的犧牲將永遠成為他們故事的一部分，提醒人們面對未知所需的勇氣和奉獻精神。他的遺產將在他們繼續進行的工作中，在他們講述的故事中，以及那些記住他的人的心中繼續存在。當隊伍散去，各自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時，喬納森感到一種使命感在他內心扎根。仍有謎團有待揭開，仍有歷史有待探索。但現在，他知道他們可以面對未來的任何挑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已經克服了最大的逆境。大埃及博物館是歷史和遺產的燈塔，是圖坦卡門及其家族不朽遺產的證明。在他的圍牆內，過去的靈魂終於可以安息，他們的故事被講述，他們的詛咒被解除，他們的和平得到保障。太陽升得更高了，把溫暖的光芒灑在城市上空。當團隊走向未來時，他們帶着過去的教訓、團結的力量，以及對未來旅程的持久希望。第7章決議與後果，第2部分遺產與反思。大埃及博物館充滿了新的使命感和活力。大廳裏曾經充滿了壓抑的恐懼感，現在卻充滿了渴望了解埃及豐富歷史的遊客、學者和學生的嗡嗡聲。曾經籠罩博物館的詛咒已經解除，取而代之的是對古代神靈的深深敬意，以及為紀念他們而做出的犧牲。喬納森里弗斯博士站在博物館新落成的翼樓入口處，看着一群學生驚嘆於圖坦卡門墓中的文物。這場展覽經過精心策劃，不僅是為了展示寶藏的宏偉，也是為了講述年輕法老、他心愛的皇后安克什拿蒙以及他們的孩子們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愛、悲劇和一個超越時間和死亡的家庭的不朽遺產的故事。當喬納森觀察着來訪者時，他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們來到這一刻的旅程。對抗古老詛咒的戰鬥是痛苦的，但也具有變革性。他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工作的方式，讓他們對工作產生了更深的尊重和責任感。馬哈茂德教授走過來，臉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這很了不起，不是嗎？再次看到博物館如此充滿生機，喬納森點點頭。這證明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僅保護了歷史，也向守護歷史的精神致敬。馬哈茂德笑了，並確保萊拉的犧牲沒有白費。萊拉的記憶始終存在，提醒人們打破詛咒的勇氣和無私。他的遺產留在了博物館，不僅存在於展品中，而且存在於那些認識他的人的心中。
團隊以他的名義設立了一項獎學金，致力於支持與他分享熱情和奉獻精神的年輕考古學家。該博物館還啟動了一系列教育計劃，旨在向遊客宣傳尊重古代文化的重要性。講習班、講座和互動展覽旨在促進人們更深入地了解埃及豐富的歷史和保護其遺產的必要性。當喬納森和馬哈茂德參觀展覽時，他們團隊的幾名成員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每個人都對這段旅程進行了反思並吸取了教訓。對他們來說，博物館不僅僅是一個工作場所，更是一個工作場所。它象徵着他們共同的經歷以及他們在逆境中建立的紐帶。團隊的首席管理員納丁卡特博士在一個裝有圖坦卡門和安克塞納蒙雕像的展示櫃前停下來。每次看到這個，我都會想起這一切的核心愛情故事。他說，這是一個在各個時代都能引起共鳴的故事。喬納森點點頭。他提醒我們為什麼要做我們所做的事情。這不僅是為了揭開過去，也是為了保存將我們所有人聯繫在一起的人類故事。隊伍繼續前行，穿過展覽的各個部分，從鍍金戰車到複雜的珠寶，每件文物都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但最受關注的是現在和平團聚的皇室木乃伊。他們平靜的表情似乎傳達了一種感激之情，彷彿在承認為紀念他們的遺產所做的努力。馬哈茂德教授在木乃伊陳列前停了下來，目光在孩子們的臉上徘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成為了我們故事的一部分。他說，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死亡，以及束縛他們的詛咒，這一切都與我們自己的旅程交織在一起。喬納森同意了，這是一個將繼續被講述的故事，激勵子孫後代尊重和保護我們共同的遺產。當這一天接近尾聲時，團隊聚集在博物館的庭院裏舉行了一個小型儀式。這是一個表彰他們的成就並反思未來道路的時刻。喬納森上前向大家發表講話，他的聲音承載着他們集體經驗的分量。我們面臨着難以置信的挑戰，並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開始說道。但自始至終，我們都堅持我們的工作原則，揭露真相，尊重過去，保護前人的遺產。這個博物館證明了這些原則以及我們團隊的韌性和奉獻精神。他環顧四周，同事們的臉龐都反映出他們共同經歷的旅程。我們了解到，歷史不僅僅是文物和日期。這是關於故事、人物以及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聯繫。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讓我們牢記這些教訓，確保我們的工作繼續尊重人類歷史的豐富內容。儀式在默哀中結束，向雷拉和所有為他們的旅程做出貢獻的人致敬。當太陽落在開羅上空時，團隊感受到了新的使命感。他們面對黑暗，變得更加堅強。他們的紐帶牢不可破，他們的決心不可動搖。在接下來的幾天幾週裡，博物館蓬勃發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圖坦卡門的寶藏，了解法老的遺產，並聆聽面臨古老詛咒的團隊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教育計劃不斷擴大，培養了致力於保護埃及遺產的新一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喬納森帶着成就感繼續工作，他講學、撰寫論文、指導年輕學者，始終強調尊重和敬畏過去的重要性。他們的旅程故事成為他教義的基石，提醒人們歷史的力量以及那些尋求揭示歷史真相的人們的不朽遺產。馬哈茂德教授也找到了新的目標感，他與博物館和大學合作，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倡導保護文化遺產。他的工作使他走遍了全球，但他的心仍然留在博物館和已經成為他第二個家庭的團隊中。納丁卡特博士和團隊的其他成員繼續他們的研究和保護工作，並始終牢記他們所學到的教訓。他們開發了保存文物的新技術，確保子孫後代能夠體驗埃及過去的奇蹟。
他們的工作證明了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前人的遺產。隨着歲月的流逝，詛咒的故事和球隊的勝利本身就成為了一個傳奇。這是一個在教室、博物館和篝火旁講述的故事，一個關於勇敢、犧牲和牢不可破的友誼紐帶的故事。這個故事提醒人們歷史的力量以及為子孫後代保存歷史的重要性。大埃及博物館是這一遺產的燈塔，是過去和現在交匯的地方。歷史不僅被銘記，而且受到尊重。在他的圍牆內，圖坦卡門及其家人的靈魂找到了永恆的和平。他們的故事被講述，他們的遺產受到尊重。對喬納森和他的團隊來說，這段旅程是變革性的。他們面對未知，對抗古老的力量，並對世界及其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們的故事證明了愛的持久力量、人類精神的韌性以及尊重過去的重要性。因此，當太陽在開羅上空升起和落下時，博物館繼續蓬勃發展，成為圖坦卡門遺產和揭開他故事的團隊的活生生證明。這是一份持久的遺產，激勵後代追尋過去，紀念他的故事，保護他的寶藏。結語：埃及的沙漠永恆不變，在正午陽光的金色光芒下低聲訴說着古老的秘密。這些沙子見證了帝國的興衰，見證了法老的輝煌，也隱藏了古老的奧秘。這些秘密中包括圖坦卡門的故事，這位年輕的法老王的遺產以一種既奇妙又可怕的方式與現代世界交織在一起。大埃及博物館現在是堅韌和尊重歷史的象徵，自豪地矗立在這永恆的背景下。在裡面，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大廳裡漫步，驚嘆於尼羅河畔曾經繁榮的文明遺跡。獻給圖坦卡門、安克塞納蒙和他們的孩子的展覽成為焦點，吸引了那些對法老的生活和曾經困擾博物館的令人難忘的詛咒故事感到好奇的人。喬納森里弗斯博士現在是埃及學領域的知名人物，他靜靜地站在展覽的主畫廊裡。這些精心佈置的文物不僅講述了一個國王的故事，還講述了一個因愛和悲劇而緊密相連的家庭的故事。他的目光停留在重聚的木乃伊平靜的臉上，他們的表情終於平靜下來。走到這一刻的旅程是艱辛的，充滿了危險和犧牲，但它也帶來了深刻的改變。在他旁邊，馬哈茂德亞明教授也觀察到了同樣的場景。他的想法與喬納森的想法一致。他們從最初的興奮和恐懼中走了很長一段路，在沙子中挖掘以發現圖坦卡門的墳墓。曾經籠罩在他們身上的黑暗而險惡的詛咒已經解除，留下的教訓超出了學術範圍。他教會了他們尊重、謙遜和歷史的力量。自從詛咒被打破以來，博物館一直蓬勃發展，成為教育和保護的燈塔。以雷拉名義獲得的獎學金已經幫助許多年輕的考古學家追求他們的熱情，確保他的遺產留在那些追隨他腳步的人們的心中和思想中。他的勇氣和犧牲不僅在紀念碑中被銘記，而且在定義博物館使命的充滿活力、持續不斷的工作中被銘記。一群學生聚集在一個展示櫃周圍，臉上洋溢着好奇與驚奇。喬納森微笑着聽導遊講述圖坦卡門對安克塞納蒙的愛情以及他們孩子的悲慘命運。這是一個引起深刻共鳴的故事，提醒人們跨越數千年的人類連結。隨着旅行的繼續，喬納森轉向馬哈茂德：這太不可思議了，不是嗎？看看這些故事仍然具有吸引力和啟發性。馬哈茂德點點頭，他提醒我們為什麼要做這項工作。這不僅僅是關於文物，而是關於他們所代表的生活以及他們教給我們的教訓。他們穿過畫廊，經過展品，展示了為保護這些寶藏而進行的廣泛研究和保護工作。詛咒一直是這項工作的催化劑，促使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創新和協作。
這讓他們作為一個團隊更加緊密，建立了持續一生的紐帶。博物館的一個安靜的角落裏，正在準備一個新的展覽。它獻給那些面對詛咒並取得勝利的現代英雄，包括萊拉在內的團隊的照片與他們旅途中的文物一起展示。這令人心酸地提醒我們，他們的發現所付出的人類代價，以及幫助他們度過最黑暗時期的勇氣。當太陽開始落山時，溫暖的光芒籠罩着這座城市。喬納森和馬哈茂德發現自己來到了博物館的露台上，開羅的景色和遠處的金字塔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座對比鮮明的城市，古老與現代在充滿活力的掛毯中共存。我們在這裏做了一些非凡的事情，喬納森輕聲說道。我們彌合了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差距，確保我們之前的人的故事被銘記和尊重。馬哈茂德微笑着，我們已經證明，歷史不僅僅是一系列日期和事件，而是不斷塑造我們世界的人類經歷的集合。他們旅程的尾聲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它標誌着新篇章的開始，過去的教訓引導着他們未來的努力。博物館將繼續成為學習、發現和崇敬的地方，證明歷史的持久力量。夜幕降臨，博物館的燈光照亮了雕像和文物，投下長長的影子，似乎在寂靜中翩翩起舞。圖坦卡門、安克瑟納蒙和他們的孩子的靈魂安息了，他們的故事被講述，他們的遺產得到保護。對於喬納森、馬哈茂德和他們的團隊來說，工作將繼續下去，在他們克服最大挑戰時同樣的熱情和尊重的推動下。在寧靜的夜晚，喬納森眺望着整座城市，對他們所尊敬和理解的靈魂低聲做出了無聲的承諾。他們的旅程是一場發現和變革的旅程，它將繼續激勵和啟發子孫後代走過大埃及博物館大廳的人們。結束。感謝你收聽我們的 podcast。如果你喜歡我們對鬼魂、神話、生物和都市傳說的探索，請與你的朋友分享。不要忘記訂閱更多驚心動魄的劇集。下次再見，我親愛的聽眾們。